这是哪儿啊？少爷，您醒了？我去！我不会是穿越了吧？这服饰怎么还是……如果穿越了的话，这货就是古人。这落款的提法，这悬奇案的制式，难道这是中兴内奴？上一代皇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，吏治腐败，国库空虚，民不聊生。到了这一时期，在其皇帝的治理下，才得到了暂时的缓和。但历史还是遗留了很多问题呀。作为一个专门研究明史的大好男儿，看来我大有可为呀！大有可为？快来人呐！少爷又犯病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他妈的！少爷所患之症乃是脑疾，莫怕，眨也真就好了。我没病！没错了，以往犯病时就这症状。走你！这什么？你大爷的！脑残者无药可医也，是否痊愈全看少爷的运气。拜托您了，先生，少爷是伯爷的独子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也要医好少爷啊！好吧。好想给那老东西一个大门踹啊！不过这1个月我总算看明白了，这个身体原本的主人乃是大名南河伯方景龙的独子，是京城里最大的恶少，败家子中的败家子，堪称恶贯满盈。怪我说一句大好男儿大有可为，便被当作脑残。所以接下来我必须符合原来的人设，比方季帆还要方季帆。黑化吧，上言。少爷，起床了。这大清早的，鬼叫什么呀？啊！日上三竿了。抱歉了，我现在是个人渣。原来是香香啊，你长大了。来，少爷来验验。哇！少爷英明，少爷神武，少爷本色不改，小人佩服。你个山沟前来水哥！除了英俊潇洒之外一无所长，你竟敢说英明神武？狗东西！不会踹得中了吧？罪过。不过我现在得符合人设呀。太好了，少爷的病终于好些了，小人是喜极而泣呀！啊，这样也行？听说少爷有些好转了，老朽再帮您巩固一个疗程。你的老东西想死是吧？恭喜少爷痊愈了，老朽先行告退。太好了，名医都说少爷痊愈了，不用再被针扎了。太好了，不能就这样一直装个败家子儿。戏拿眼就要干还大戏。走，小东东，陪本少爷在府里走一走。是少爷，小的这就去给您准备行头。出发！哎，我的天，这府邸占地少说有50亩，真够大了。赤壁鳞次的屋脊连绵，3进3出。就是这宅子有点老，显得很是斑驳呀。小邓呢？你家少爷我之所以得病，一定是因为宅子太旧了，所以这整个宅院该翻修了。少爷说的在理，可是要修宅子很费银子的。这堂堂南河伯府还缺银子啊？少爷平时不管事，虽说府里数千亩的良田，可毕竟种出来的也是粮。伯爷虽有恩俸和赏赐，食银确实不多，都是咱大明的宝钞。宝钞啊，大明特有的纸币，可惜朝廷印的太多，不值几个钱。这个时代的经济特征就是如此，
富户们虽然田多，但大多都租给庄户耕种，收来的当然是粮食，换的钱和伯府巨大开销相比，也所剩无几。唉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等等，我记得通州的地方志里有过记载，半个月后会有数十艘载着乌木的船在北通州沉船，再加上乌木在这一年间日益被贵人们所推崇，因此价格持续攀升，暴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这数十艘船一沉，就意味着未来市面上的乌木将极度紧缺。如果现在开始囤积乌木的话，岂不是赚翻了？囤积乌木这个主意还不错，可是，在价格翻倍之前，乌木就贵得吓人呢。小邓呢？府上还有多少银子呀？也就剩下几百两吧。啥？再这么点儿？难道要让我卖方家的地不成？这种在古代丧良心的事儿，只有败家子儿才能做得出来啊！可我是败家子儿中的王者呀！小邓呢？10秒后我要见到管事和账房。是，少爷。请问少爷，这么急有何吩咐？告诉我府里还有多少地？回禀少爷，城外庄子有2370亩，除此之外还有几座山，占地有数千亩。很好，速去通知衙行，传出消息，能卖的地通通卖掉，一亩不留。什么？快去拿救心丸！快去！啊！别在那儿演戏了，谁要是再不快去办事，我就阉了他。少爷抱歉，我们马上办妥啊！看来少爷是真的痊愈了。果然，装的越是凶狠，人设站的越……别在那儿演戏了，谁要是再不快去办事，我就阉了他。少爷抱歉，我们马上办妥啊！看来少爷是真的痊愈了。果然，装的越是凶狠，人设站得越稳。小的王金元见过公子。不必多礼，地的事你知晓了吗？方家的庄子，小的怎会不知？一亩少说也是30两，2000多亩地，6、7万两不成问题。才6、7万，算了，就这样。要是在人前显露自己做买卖太奸佞，又会被抓去扎针。少爷，没想到南河伯府真是与众不同啊！赵元的这幅《晴川送客图》，如此珍贵的书画，伯府竟然直接挂在了厅里，令小的大开眼界啊！这真是在外面买不到的好宝贝啊！胡说！你这个傻瓜，在这里你不是就可以买到吗？还有很多好货，你要不要啊？好，我看看。少爷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宝贝儿们，当然是把家里所有值钱的玩意儿，通通换钱了呀！救心丸不够了，快去买，快去！少爷，少爷，我也回来了。父亲大人，慢点，伯爷。金帆呐，金帆呐！这小子，可想死爹了！不是病好了吗？快来和爹抱抱！妙啊！有没有闯祸呀？现在那些文玩字画的宝贝哪儿去了？伯爷振作点啊！少爷就是换了点现钱花了而已，这不常事儿吗？算了，最起码我儿的病好了，我南河伯家大业大，还有上千亩的土地，足够活了。老朽记得少爷好像把所有的土地也都卖了啊！造孽呀！列祖，我对不起你啊！爹不是将军吗？怎么突然能这么差？伯爷不要怕，我马上医好你。不必，
让我西去吧。伯爷，你要挺住啊！抱歉，我老爹，跟乌木涨价，我一定全部给你赎回来。室友必至理。你理个啥？就背到这儿。这辩奸论，你读了半个月，就背了这5个字儿。难道詹师傅的师傅们悉心教导，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？啊，儿臣知错了。太子，将来是要克继大统的呀！儿臣这我不读书，如何明理？不明事理，如何治天下？你给我清醒一点儿！儿臣，你呀，都被你的母后宠溺坏了，往后可要用心经学呀。儿臣记下了。对了，南河伯凭西南土司之乱凯旋回朝，现在也该进京了，为何至今还未觐见？回禀陛下，小的听说南河伯昏厥了。什么？究竟出了什么事儿？他可是京城出了名的败家子。如此奸恶，这都是南河伯对孩子溺爱过度导致的结果呀！教育在即了吧？让这小子去参加教育，不去也得给我绑去。遵旨。你哈哈个啥？你先是太宠着你了，先论给我抄20遍。儿臣知错了。造孽呀！列祖，我对不起你呀！儿啊，给爹重新盛碗饭吧，鼻涕掉进去了。啊，爹，您就别哭了。爹，你从来就没这么称呼过我，难道你这脑子还没好利索吗？来人呐，快把大夫叫来！老东西，我消停点，别叫那个糟老头子靠近我。这才是我的儿子。杰凡呐，你总是长不大。你自小不爱读书，也不习武，别人怎么看待，为父一点都不在乎。有时候，为父见其他公侯伯的子弟们去参加教育，有了差遣，为父心里多少也有一些羡慕啊。今年的教育也快开始了，为父还在想，若你去碰碰运气该有多好。可谁晓得一回来，你却教育。爷现在啊，就希望你能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。所谓教育，就是贵族的考试，考上了才能当官，不然就只能靠爵位那一点俸禄。哎呀，老爹啊，你就不能强硬一点吗？就算是绑也得给我绑去啊！别在这护犊子了呀！伯爷，宫里来人了。说陛下听闻少爷平时家教不严，要绑公子去教阅。我去，还真绑了！伯爷，宫里来人了。说陛下听闻少爷平时家教不严，要绑公子去教阅。我去，还真绑了！都给我听好了，尔等皆勋贵，今日教阅分3、6、9等，为的便是选择英才，好生拿出你们的本事来，为你们的父祖争口地，得一条金腰带。是。快，累得人家很痛哎！是何人在此喧哗？给我带上来！
这个方法是几个意思啊？老母，手好酸呐！哦，这个不成器的败家子，看在你爹的份上，我就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你了。老夫今天就死盯着你，看你这败家子敢不敢造次！死盯着我！败家子竟然得罪过这么多狠人，这老头一看就不好惹呀！看来我还是谨言慎行的。本次考题是何以镇西南？何以镇西南？西南自明初开始，朝廷便将西南各省划入，并且命土司治理一方。可当地土司让西南没有一天安宁，几乎隔三差五的进行叛乱，朝廷为此也是绞尽脑汁。想来这已经成了天子的一块心病，要珍惜这次机会，一雪前耻。走你！什么？这臭小子竟然会写字！啊！这败家子竟然会写字儿，怎么可能？没想到他的字迹也是如此工整。哼，还没完呢！招！这奋笔疾书的疯魔气势，这还是那个败家子吗？萧卷。才过了2炷香的时间，离结束还早着呢。这么快，交的是白卷儿吧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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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是这副死德行。少爷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你这蠢蛋，没听说过提前交卷？那少爷答得如何呀？马马虎虎喽。歹徒归流，妙哉呀！这是谁写的文章？方继藩，怎么是这个臭小子？所谓改土归流，原本管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都是当地土司，时间一久就成了土皇帝，严重威胁管理。现在改成朝廷委派的流官，这可是制度性的大变革呀！万万想不到方继藩小子竟能有如此良策。这小子在哪儿？朕要见他。回禀陛下，听说方继藩好像在东市置了个摊子。摆摊儿？哼！为父出宫，朕倒要看看那方继藩究竟是何方神圣。儿臣也要去。除了多说，我看你什么都积极。少爷，恐怕乌木还得等等才能置办上。你这兔崽子是干什么吃的？哎，小的知错，小的这就去催促。感觉最近有点适应这个角色了呢。你就是方继藩吗？不会又是这个败家子儿的某些仇家吧？我去！这不是上回给我绑绳子的太监吗？这个太监怎么对旁边的大叔前居后恭的？一个太监对一个长胡子的人前居后恭，那么这个人是臣方继藩，见过皇上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认出来了。改土归流是你的答题。回皇上，正是臣子的答题。西南土司的权势一旦削掉，怕是会造反。你的想法听着不错，但实施起来问题多多啊。所以臣献3策：一制一，对付有权有势的土司和土官，要么让他们斗起来，斗得两败俱伤；2推恩法，要么拉拢他们，让他们归顺朝廷。这3是改归流。对付土人，也就是普通老百姓，要用另一套办法，就是拨土地盐田给他们生存，设学堂给他们做官的机会，让民心归顺朝廷。就算土司和土官想造反，也不会有人听从，谈何造反？策略，这法子听起来可行啊！这小子不简单，有点让我刮目相看了。少爷，乌木到了。什么？100两一根？你是要仗着南河伯府强买欺压百姓不成？臣是明码标价，没有强买强卖啊。
都是自愿的呀。真是傻子不成？强买，谁会主动上门给你送冤大头啊？大少爷，你的乌木我出50两一根烧，有多少算多少。你的乌木我全要了。方继藩这小子真是出人意料，虽说是个败家子儿，但却有如此才能。再看看自家的孩子，操了多少心，为你请了多少名师，还有脸吗？把那该土归流的文章抄袭100遍，100遍，少一个字，朕绝不轻饶。该土归流，方继藩那小子坑我啊！少爷，你慢点。想必现在的王胖子一定是元气大伤。我说了，是100两，不是50两。那80两一根行不行？再多了我可给不起了呀。就100两，不要就算。好，我要了。成交！不光之前卖掉的家产全赎了回来，还大大赚了一笔，真是爽到极点了！少爷，你看前面好热闹啊！少爷，你看前面好热闹啊！3位公子，你们是秀才老爷，小店不敢得罪。但是小店也是小本买卖，公子们不能一直把一个将死之人留在此处，晦气得很啊！你们还是另谋住处吧，之前欠下的店钱就此作罢，快走吧。老板，您可否再通融几日啊？哦，什么情况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听说是原本来的有4个秀才，其中1个得了重病，这3人为了给同窗治病，花光了盘缠。这乡试还有小半个月才开始呢，也不知接下来如何是好。可怜这3个小秀才喽。哼，这3人倒是很讲义气啊！太好笑了！嘿，你这孙子是真无情！我这个败家子出手相救，要格外小心才行，要不然邓坚这小畜生又要把我当脑残拽去扎针。想要助人，必须要符合人设才行。真有趣，真有趣！哎，3个穷鬼没钱假装义气，赶了出去好，大快人心。这谁太没人性了吧！我好想打人呢。为引起民愤，你当街打死我！哎，看这里，看这里，是我家少爷说的，都给我看过来啊！这些年都猜猜，是你这小子出言不逊啊！看这样子我就想打，人还没帮上，眼看着自己就要搭进去了。放肆！那南河伯府的人你们也敢打不成？南河伯府的人，什么？这3个穷鬼硬装好汉，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？学生并没有得罪过公子，请公子嘴下留情。你是个蠢蛋！你窝囊废！什么？死穷鬼！公子，你这是有辱斯文啊！怎样？我还要叫你们跪在本少爷脚下，叫一声师傅？可笑！当我们是什么？那这样呢？接不接受？公子未免太小看人了吧？真有骨气！那我撤了。学生江晨，字子川；学生欧阳志，字伯仁；学生刘文善，字元佑。拜见恩师。还好，还算灵活。那好，这银子便赐你们了。真没意思，说贵就贵。有救了！对了，乡试就要到，3日之后来为师府上，为师要给你们好好补补课。不知恩府高姓大名？我是方继藩，记得来找我哦。是方继藩！走了，咻的一下全跑光算什么呀？
少爷刚刚羞辱那3个傻秀才时，真是霸气侧漏啊！废话，若不是这等气势，那我还是方继藩吗？少爷说的是。少爷，你可回来了，家里来客了，伯爷请少爷去。谁呀？不去。是英国公。那个未见人臣脾气火爆，皇帝都敢顶撞的考官臭老头。你可算回来了！你这个不孝子，让你爹操了多少心，多少痛苦，非教训教训你不可！看招！且慢！我的要！还走之前你想干嘛？爹，你有我这么个大儿子，你幸福吗？幸福。是吧？你看，我爹他说他幸福，并不痛苦啊。老方，你怎么还这么溺爱季帆？他要是再不上进，将来无所作为，娶媳妇都难呐！那岂不是让方家断子绝孙吗？哎，实不相瞒，我下不去手。老方，你早说呀，我可以代劳嘛。臭老子，您这是什么仇什么怨？老张，下手轻点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看招！等一下！我的又想干嘛，臭小子？师伯，小侄犯了什么错？你出息，让你爹操心，就是天大的错。这老头就是想揍我呀！这下躲不过去。方继藩在吗？出来接旨。糟了，不会是季帆惹怒了皇上吧？奉天承运，皇帝敕曰：南河伯子方继藩教阅奏对，作改土归辽册，深得朕心。即令方继藩为教阅头名，赐金腰带，钦此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感觉？既兴奋，又有点伤感，既真实，又有点像做梦一样。他就像英雄一般，有点希望。这怎么可能啊！爹，刚刚好像有人说你的儿子不孝，不求上进，这真的有点侮辱人了。是啊，还说什么找不到媳妇，断子绝孙，开什么玩笑啊！对了，老大，看来是时候给季帆张罗一门亲事了。你能帮帮我吗？门槛太低的不要，多谢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事儿要办，那改日再聊，先告辞了。清宫还是不讲当年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儿这般有出息，可不能草草率率的娶个媳妇进来呀。啊，对了，我倒想起来了，陛下还有一女，似乎年纪也不小了。为父有个很大胆的想法。啊，对了，我倒想起来了，陛下还有一女，似乎年纪也不小了。为父有个很大胆的想法。啊？没想到太子殿下竟然认真的做了好几个时辰的功课，真不知道陛下用了什么法子。要听话，知道吗？不许再贪玩哦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抄完这该死的改土规律，也不知道我的蝈蝈现在怎么样了。这孩子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儿？小仙仙，这么早叫醒少爷我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是老爷找少爷有事，他在厅里等你吃早点呢。我的好大儿啊，爹想问你个事儿，你平日里不学无术，怎么？你好不必惊慌，都我猜的，没有作弊。老头，你一宿没睡，
不会就因为这个事儿吧？怎么会呢？爹相信你。为父很欣慰，可唯一美中不足的，就是咱家的那些祖产。一看到这空空荡荡的家，爹就心头一颤。这老家伙的老毛病又犯了。喂，老爹，你能不能……少爷，那东市来的王金元说来拜见，还跟来了数十辆大车呢。什么？见过伯爷，银子都给少爷备好了。这回您就不用整天嘟嘟囔囔什么祖产了，都在这儿。这什么情况？公子，银子都备好了，只是没那么多现银，不过都折算好了。从方家搬出的东西，据都原价退还。此外还有现银30万两，金7000两，还有这地都在京师近郊，还有宝钞和京师里的铺子，这七七八八的加起来，估值至少在130万两以上。130万两！儿啊，你不会做了什么杀头的事儿吧？这是卖乌木的银子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发什么疯，非要买我的乌木。130万两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南河伯府几代的积攒，被方继藩这败家子一下子掏空，全数也只卖了12、13万两银子，可转眼之间直接涨了10倍，方家发财了。消息不胫而走，据说他们家的银子是一箱箱被人挑进去的，这让人们觉得不可思议，以至于现在满大街都在谈论风水。那些手持着帆布、背着罗盘的风水师傅顿时炙手可热起来，身价暴涨。春天到了，万物又到了恩爱的季节。学生拜见恩府。这光芒好刺眼啊！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。你叫欧阳志对吧？这名字感觉不太好啊。啊？为师觉得欧阳锋倒是很霸气。恩府，学生的父亲叫欧阳锋。失敬。为感谢恩府，学生们献上几份薄礼，有腊肉，寓意谢师恩；有芹菜，有业精于勤之意；有龙眼干，此谓起窍生智者也；还有，穷学生真是能把不值钱的东西说出花儿，念叨的我头都疼。这3个读书人品行还是不错的，日后调教出来，收益最大的一定是我。听说再过半月便要乡试了，只要用心读书，就有机会。是。努力虽然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高人因材施教，好生指导。说不定恩府给我们请了名师啊，那我们的乡试就有希望了。好，敢问恩府，那这位高人现在何处？当然就是为师我。娘，孩儿不孝，这回彻底完了。哼哼，你们要听为师的话，否则乱棍相迎。要怪就怪自己命不好吧。哎，欧阳志，你在那儿嘀咕什么呢？把你看的书拿过来我看看。礼记。恩师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以后不可以看这闲书。闲书，这可是考试必读啊！给我听话！什么？听话！为师都是为你们好，你们要努力才行。那您倒是做些什么呀？谢谢你的提醒。顺天府的府志记载了乡试的考题，今年的考题是富贵不仁，当今之时仁政，都是一堆光听名字就能让现代人懵逼的题。算了，搞题海战术吧。接下来为师给你们出题。做不出来别怪为师无情啊。啊，莫非恩师也学过四书五经，会做八股文？不会。苍天，
为何这样对我？可怜的3个小秀才啊！杨管事，季帆在家里还安分吗？伯爷，少爷自强迫3个秀才拜他为师，便将他们叫到了府上来，然后，我朝优待读书人，学而优则仕。少爷呢，却对他们动辄打骂，各种胡闹。学生觉得伯爷该管一管，万不可耽误了3个秀才的前程，传出去也不好听啊。我管。学生觉得伯爷该管一管，万不可耽误了3个秀才的前程，传出去也不好听啊。我管。你不明白呀，老夫不管也是为国为民呐。还请伯爷赐教。现在季帆在家里受欺负的只能是他们3个穷秀才，如果出门，受欺负的人数恐怕只有天知道了。为了世界的安宁与和平，就先委屈那3个秀才吧，以后我自当补偿他们。老天保佑那3个孩子吧，希望他们相识能够顺利。这几日真是委屈3位了，无论如何，预祝你们金榜题名。多谢了，杨管事，请回吧。金榜题名，但愿吧。有劳4位大哥了，我们赶时间，麻烦。不必多言，我懂你的意思。不过，您可得做完了。不要磨磨蹭蹭，抓紧时间进入课程。保定府生员欧阳志到。先生欧阳，这不是那个饱受败家子摧残的读书人吗？保定府生员欧阳志见过大宗师。好好考吧，孩子。我会努力的。时辰已到，放题。只能尽我所能了，希望别考得太烂。本次的题目是当今之时人证。恩福请过目，这是当今之时人证的作答。写的真是太烂了，给我重新作答。恩福，我们已经作答了好几10遍了，难道你也废话？继续答，把你们能想到的答案都写出来，写到最好。是，恩福。恩福竟然押中了题目，这个题目我们3人做了无数遍，就算再没资质，经历那么多的练习，也会10拿9稳的呀。恩福，我不会辜负您的。加油，宝贝儿们！少爷，您就下来吧，这次不扎针。不要！臣王敖奉旨主考顺天府乡试，今来矫旨。爱卿辛苦了，取榜来，朕要看看。还有，下旨放榜吧。考生们想来早已是翘首以待了。遵旨。陛下，臣也有一事要奏。臣听说前几日有个御史弹劾的奏书被压下来了，所奏的人乃是南河伯子方季帆。此人胡作非为，要挟读书人拜他为师。读书人苦读不易，却因恶少的荒唐，前途尽毁啊！岂有此理！又是这小子，下旨训责，同时令督察院彻查。一旦督察院彻查，那个方家的恶少就要倒霉了。收拾他一顿，看他老不老实。真是不像话！爱卿们，欧阳志、江晨还有刘文善，你们对这3人
有没有印象？回禀陛下，这3人正是受到迫害的那3个书生。什么？可是此次顺天府乡试，欧阳芷名列第一，江辰次之，刘文善再次之。怎么会有这种事儿？这一定是梦，一定是。醒醒，这不是！来人，申斥方继藩的旨意放出去了没有？陛下，这个时候可能还在待诏房里草拟诏书。立即收回成命，要快！老天爷，我竟然是第1名！这是梦吗？我是第2名，我是第3名，太棒了！我的好徒儿竟然包揽了前3，舒服。我也是！怎么可能？那个京城恶兽居然交出乡试前3！这家伙的祖坟是不是风水好啊？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种事儿？见过南河伯，英国公也在。锦衣卫找上门，不会是你家那小兔崽子又惹祸了吧？8成是吧？就在半时辰前，方家的老宅附近有许多闲杂人等活动，应是奔着方家的祖坟去的，怕是要出大事。你说什么？3个书生把前3报了？怪不得那帮人围着你家的祖坟，都以为你家祖坟冒青烟了呢。还有没有位置？要不要给我们张家挪一个位置？多谢提醒。回去告诉你们千户，我老方欠他们一个人情。今日我这便挑选几个壮丁，给我们方家日夜看守墓园，绝不让贼子有机可趁。好了好了，来，我来谈一谈我的教子之道。你够了。这个方继藩到底有什么才能？之前的改土归流，还有这次他的学生竟能包揽前3，虽然看上去吊儿郎当，但是，唉，再想想我那不成器的儿子，找了多少师傅，哪一个不是当代名儒？可结果，等一下，或许。准备一下，朕要出宫，去南河伯府走一趟。是，陛下。父皇，儿臣也要去。好想糟蹋呀！你们是？皇上听说南河伯子得了脑疾，特遣医官前来探视，快去通报。御医，又是御医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御医来了，又来了！什么？又来御医了？少爷当心呐！此来御医，少爷可是一头大闹啊！去，让王虎大牛赶紧去将少爷控制住，切记不可伤了少爷。是。王虎大牛不动，邓家那厮呢？让他跟着少爷。另外，请府里的3个举人公，他们是少爷的门生弟子。是。其余的人分守各处，我守好了，一只苍蝇都不能上屋顶。是。他们是不是把我们忘了？父皇，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再等等看，也许一会儿方继藩那小子就出来迎接了。岂有此理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自己进去。少爷，你可万万别想不开啊！咱们不看太医不看了，咱们满府上下谁不晓得少爷的脑筋好了？少爷必须断剑啊！少爷，太医已让我们赶跑了，绝不扎针。少爷好生在这歇着。恩福，还请自重。这群家伙在干嘛？就因为上次我的疯狂之举，至于把他们吓成这样？
哭哭啼啼的，真烦，让别人看见了，还以为怎么回事儿。我倒要看看那小子在耍什么花样！少爷啊，我的好少爷啊，你这让小子怎么活呀？那小子他死了，阿玉一派都死不成，有胆就给朕复活，看朕不活抓了你！谁呀？哭着哭着怎么还喊上了？啊，原来是误会呀！哎，真是的。方继帆，野马滚过来！是人，哎，竟有些眼熟，这不是皇上吗？方继帆，书房在哪里？老夫给你治病。皇上一定找我有事要谈。好嘞，马上来。少爷，你不能走！我知道你在演戏。休得有言惑众。来，你请。朕听说你收了3个门生，和朕聊聊，你是怎么把他们教成乡试前3的呢？这老子不是怀疑我作弊吧？啊，其实也就是随便教了一下，东教一点，西教一点。随便教就能包揽前3名，当朕是傻子吗？不就是龙颜大怒吗？方继帆，你扛得住？方继帆，没事说来，则朕绝不轻饶你。看来这一次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是无法蒙混过关了。吐死我了！那位应该是太子，还在那儿幸灾乐祸。回禀陛下，臣能教出那3位秀才秘诀，就是一个字：奏。什么？正所谓不打不成器，不奏不成才。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白天拿鞭子挂在树上抽，晚上吊在房梁上依旧还是错。空闲时随便奏1、2个时辰，不但能强身健体，还有治疗心理创伤的功效。当真如此？臣用自己的人格担保，绝不敢虚言，也不敢欺瞒陛下。这个可恶的方继帆，那表情分明就是针对我。如何奏才有效果？臣一般是用鞭子，鞭子抽起来比较能愉悦身心。鞭子可以送给朕吗？陛下若要，自管拿去便是。不过臣斗胆想问，陛下来问微臣要鞭子做什么？哦，只是喜欢罢了。喜欢个头啊！那不就是冲着我来的吗？朕不虚此行，不过还有些话要对你小子说。你是南河伯子，朕也赐了你金腰带，你们方家上下的言行举止，也代表了朝廷的脸面，再不可上房揭瓦了，知道了吗？不能应承下来呀！就这么答应的话，败家子人设就崩塌了，会被怀疑。败家子这一条道，走到黑吧。嘿嘿，臣还小吧，一家偶尔胡闹个7、8回，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吧。你跟我讨教文教，朕不愧是传闻中的败家子儿啊！至多3回，否则朕绝不饶你。臣谢陛下恩典。狗崽子，别一回宫就想跑去你母后那儿，把你刚学的《礼记》中的春官宗伯背给朕听听。儿臣背不出，儿臣孝子。方继帆，陛下封你为御林卫总旗官，接旨吧。接旨，接旨，真是祖上有德呀！羽林卫总旗官，羽林卫乃是亲军26卫之一，是皇家最倚重的亲军，只有最信得过的人才有资格补进去，所以能加入羽林卫，几乎是所有勋贵子弟们混资历的无二之选。皇上为什么突然封我为羽林卫总旗官呢？
看来祖坟冒青烟是真的呀！就不能夸夸你的好大儿吗？你家祖坟稳能啊！就不能夸夸你的好大儿吗？你家祖坟稳能啊！少爷，新行头我来给您换上吧。多多少少会被自己的英俊所折服。少爷好神气啊！少爷，我要去当值了，不要想，乖乖的哦。哦啥呢？方公子，您能不能快点儿？轿子等着呢。啊，来了。对了，咱们这是上哪儿去啊？陛下有口谕，命奴婢今日领公子去詹事府当值。那不是太子待的地方吗？没错儿。话说陛下昨日向公子借了鞭子之后，太子被陛下抽得浑身是伤，皇后娘娘见了，气得哭了一宿呢。我去，那太子殿下还早却又而起，养到了东宫能有好日子过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年纪还小，还要读书，不去当值了，抱歉。早就料到你会如此，起轿立即出发。这是人该有的速度吗？快给我停下！终于到了，我可以。是方继帆吗？还记得我吗？太子殿下，可算遇见你了！你这个挨天杀的！方继帆，吃我一脚！竟然躲开了！哎呀！见过太子殿下。你这个可恶的家伙，看我踹不死！总算见到殿下，陛下已仰慕殿下许久了。你仰慕我？陛下对殿下可谓是闻名已久，一直心向往之。什么闻名已久？你是怕挨揍吧？陛下确实对殿下敬仰万分呐。殿下是非常人，陛下一直知道。殿下的拳脚厉害，腹中有雄兵100万，韬略过人。不止如此，还擅长骑射之术。其实，卑下略懂一些观神之术。殿下乃武曲下凡，将来势必要横扫大漠时，无人不敢来下目啊！这么牛皮吗？等一下，我挨揍的账还没算呢。方继帆，本宫还是气不过，若不揍你，本宫的打岂不是白挨了？殿下息怒。殿下，初次正式见面，也不过几万两而已，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几万两！父皇重用节俭，我的零花钱每个月不过才几百两。方兄好阔绰啊！糟了，我怎么叫他方兄？你确定这是给我的吗？一子当头，钱财算什么？何况卑下和殿下是什么关系？难道他真的变了？早在图书馆把你研究透了，绝对的拿捏你。哎，可喜哥，猜猜那个京城恶少会被太子怎么个揍法？太子因为那小子弄得挺惨，估计会被乱棍打哭。平日里还挺嚣张，哎呀，真想看看那小子的惨样啊！方兄，殿下，方兄，殿下！什么？方兄，殿下！这才一会儿功夫，太子殿下怎么就称呼方总亲为方兄了？而且还如此亲热。方兄，本宫带你去骑马吧。骑马？马骑我还差不多，定会出洋相的。
该怎么解决？哎，殿下，现在可不能骑马，时候不早，殿下该去左春房里读书。若是陛下知道殿下……好吧，那回头下课再带你去吧，方兄。啊，好，不，可算摆脱了。可线下的问题是，待会儿殿下讨论下课之后还非要骑马，得想个办法才行。想必这方季帆已经被揍得鼻青脸肿了吧？想想就解气。兄弟，哎，你怎么了？那脸色怎么这个鬼样？可能是因为看到我方季帆。这是方总齐大人！不必惊慌，你们几个先学一把小刻刀，拿一张纸，再找些木头，限你们一炷香送。是。可算是学完了。大人，方兄弟去哪儿了？本宫约了他去骑马，快去将他请来。遵命。方总骑到。方兄，走，咱们骑马去。骑马有什么意思？那什么有意思？殿下请看，这是我为殿下特制的军旗，排兵布阵，再用棋子在这棋盘上捉对厮杀。哇，好想要，好梦幻，好喜欢！哼哼，史书上说他对军事极其热爱，此时一听是棋盘上排兵布阵，又怎么会兴趣不浓厚呢？规则很简单，殿下要不要试试？我已经哭了。我的天！殿下，您该就寝了。我赢一局就睡。看来太子是真上了，今天又约我来下棋，每天都能下棋玩，没想到这个总棋官当的还挺舒坦。可恶啊！可恶啊！不会下动，滚呐！招法还是那么精湛。是方兄，快来快来，我想到个好战略。殿下，时候不早，该去左春坊读书了，否则杨氏读。不去就说本宫病了。这家伙有点不靠谱了。你可是未来的皇帝，你们家是我方家的长期饭票，否则你这茬不能再这么糜烂下去。今日下午，友情会消失的，对吗？殿下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。游戏？单单下棋有什么意思？总该有一个彩头才是。陛下若是输了一局，便给殿下300两银子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本宫若是输了，也给你300两银子。殿下，你觉得我是缺钱的人吗？那本宫输了要怎么样？那就读书，输一局背一篇文章。殿下莫非不敢？谁怕谁啊？当值的生活就是每日清早起来赶去詹事府，太子有时需去左春坊里读书，偶尔也会装装病，其余的时间几乎都乐意和我厮混一起下棋不是一王。君子之谋也，始终中皆举之，而后入焉。老朱家的基因其实还是不错的，而后照记忆力相当的好。亦难乎？给香香，少爷，我今天帅不帅？那是自然啦。少爷，伯爷说，最近看你老老实实的，似乎有犯病的迹象，所以请府里的大夫把把脉。老子我正常的很。少爷好开吧，让我照着行人流水，不像之前那样生疏，像人打心眼里高兴。大病，我当值去了，让那狗大夫滚出去。好了好了，别动气啊，我的儿子，
听说前些日子你到账上支了50万两的宝钞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，足足5万两现银呐！现在还剩多少啊？送了太子殿下一点零花钱是3万两，和他下棋又输了一些，都花了5万两银子都花了，没了。老爷，散财模式又开始了啊！今日为父想用这笔钱为你筹谋一件大事的，纪帆。殿下，彭兄，来，先下一局棋。本宫苦思冥想了一夜，专等你来。时候不早，这棋怕是来不及下了。左春芳那儿，杨氏读还等着殿下去读书呢。不去。本宫让刘半半去和杨氏讲说，就说本宫今日身子又不适，今日我可是要杀的你片甲不留呢。那来吧。坐了好久，有点乏呀。话说怎么这么安静？谁在那儿？那个人不是皇帝吗？陛下怎么来了？谁叫他来的？他既然来了，为何下人们没有一点响动？不会是来捉赃的吧？哈哈，本宫炸了你的都指挥使，快下，该你了。陛下，你说父皇啊？皇兄，你是不知道，父皇见了母后便温顺的像鹌鹑一样。上次他还想揍本宫，母后一声厉后，便什么事都没有了。臣人见过陛下，吾皇万岁。怎么，察觉自己要输了，想吓唬我，转移我的注意力，然后偷偷摸摸的悔棋？我是不会上，当当一当一当当。朕听说皇儿病了，特意来看看，看来皇儿很精神。当当一当当呢？这里太狭小了，施展不开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朕在左春芳的明伦堂里等你们。殿下，殿下，一样的东西，父皇来了，你怎么不通报？这下父皇非得揍死我不可。哎呀，没办法了，刘姐，你赶紧去坤宁宫去见母后，就说儿臣性命垂危。还有，回去拿一件厚的袄子垫在身上，增强防御力。是，殿下。且慢，给我也炒几件吧。你们两个本老吗？秋季正爽，正问你们话呢。儿臣病了，风寒。来人，将这两个混账的衣服脱开来看看。太子殿下，您这……闭嘴！那是钢板吗？你这老小子到底是有多怕挨揍啊？钢板都掉出来，竟然还如此诚恳，这两天是混了一定境界了。儿臣这钢板想来是服侍宦官，一不小心可能……住口！长手无脑，一奸耍滑，不学无术，是要气死朕吗？朕哪一天怠慢你了？你病了，朕一宿一宿都不敢睡。你要读书，朕给你精挑细选了那么多大儒，可是你呢？你做了什么？还有你，冯继帆，朕何曾怠慢了你啊？你胡闹且也罢了，竟还带着太子一起厮混！你们两个，朕早就看明白了，就一个好东西。来人！这下死定了！你们两个，朕早就看明白了，
就没有一个好东西。来人！这下死定了！且慢，且慢什么？陛下，其实臣以为太子殿下没有不学无术啊，臣和太子殿下冤枉。冤枉！好一个冤枉！朕会信你们的话，将他们吊起来。难道不是喊一声冤枉，陛下会说一句有何冤屈吗？看来得换个法子了。太子殿下，你近来学了什么呢？孟子曰：“伯夷必纣，居北海之滨。文文王作兴曰：什么？天下有善有，则人人以为这死我都不肯去的东西，就让会吧。筑墙下以桑，匹夫残之，则老者足以衣帛矣。”我背完了。竟然一字不差的背诵出了孟子伯夷必纣，所知的还没学到这儿。以往连礼记中的中官下毒都还没弄清楚，可现在这位伯夷必纣却是为了滚瓜烂熟。那你说说，此文何解啊？此文的宗旨无非就是温饱问题而已，不是死记硬背，是真的读懂了。太子殿下的怎么可能？不过儿臣以为还欠缺了不足。此文真正发人深省之处还有两处：老百姓吃饱了才会接受教化，明白事理，治理天下。难在皇帝未必能体察民情，一旦察觉，对症下药就行。怎么解释的不对吗？不错，不错，将治理天下的核心都说明白了。多谢杨亲，臣万死啊！朕将太子托付给了杨亲，杨亲授业解惑，调教太子成才。朕虽为天子，却也知尊师贵道的道理。朕向杨亲行此失礼，是代太子谢过亲家。陛下，臣万死之罪，臣并没有教授太子孟子。父皇，这是方继藩教儿臣的。什么？竟然是这小子！该如何回应呢？要是太谦虚的话，会被怀疑人设。看来只有……嘿嘿，没错，就是臣教的。好极了，好极了！方亲家，朕问你，你是如何教授太子明白这些事理的？这个臣……难道是我天天和太子打赌？太子输了7边去读书，读完了书再跟太子瞎聊几句。莫非用的便是你教授那3个秀才的那一套？死里奏！你在冤枉我呀！我哪敢做太子啊！冤枉啊！实不相瞒，儿臣苦啊！纪藩，你殴打太子，可知罪吗？这下死定了！认吧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长幼有序，这是纲常。一个是储君，一个是臣子，臣可以欺君吗？欺君是何罪？你知道吗？方继藩，陛下，您这是过河拆桥啊！这孩子年纪轻轻，为何如此不要命？走，这家伙放他挂，他会死的。父皇，儿臣以为……住口！好嘞。此事皆因自己而起，若是让方继藩惹了个欺君大罪，实在是……陛下，过河拆桥！方继藩，你好大胆，竟敢腹诽朕！殴打太子，这不是欺君吗？君君臣臣的道理，都忘了个九霄云外。
来人，取剑来！父兄，来世再做兄弟。这该如何是好啊？这是玩真的呀！拜托，弟子穿越给个机会呀！喂，阿威，是老爷子亲自操刀的，虽然很荣幸，但我还不想死。实在不行，我就装疯卖傻。我就不信皇帝会欺负一个脑残人士。好吧，要开始了。糟了，害怕到讲不出话来，完蛋了！无名无分，敢奏皇太子便是欺君，是犯上。你真是糊涂啊！朕赐你此剑，有了此剑带在身上，见了太子便如朕亲临。如此便不算是犯忌讳了。放心大胆的教训皇太子，也不算是违反了纲纪。方亲家，这奏皇太子的事儿，朕可就托付给你了。陛下实在是深谋远虑，神鬼莫测啊！佩服，佩服！父皇，这么着急让孩儿西去，让您费心了。谢皇上，臣一定再接再厉，埋头苦奏，尽力而为。能感觉到我未来的人生路会很坎坷吧？皇后娘娘驾到，长公主殿下驾到。母后，儿臣见过母后，儿臣见过母后。这就是那位张皇。皇儿，你又惹你父皇生气了吗？有没有赔罪？儿臣没有招惹父皇啊。无事便好。啊，你的太祖母方才念起了你，叫你赶紧去见驾。这皇后娘娘果然不一般，把皇太后搬出来，皇帝老爷子连屁都不敢放。皇儿，当真无事吧？可别真有什么事吓坏了你的太祖母。无事无事。后诏啊，去仁寿宫问安吧。儿臣遵旨。不愧是皇上背后的女人，护短都这么讲究。啊，这应该就是那位公主吧？这人谁啊？怎么这么大胆？竟然盯着我一直看。他要干嘛？别靠过来啊！公主殿下，臣看公主殿下气色很不好，还请公主殿下爱惜自己的身体。你在说什么呀？这人是不是有脑疾啊？在《明实录》里有这样的记载：皇帝确实有一女，可此女还未成年就已夭折。上古记录的乃是公主头痛欲裂，最终高热而死。根据后世专家们的推测，公主的病极有可能只是常见的病毒传染。保重，保重，也只能帮她到这回了。这人太奇怪了。父兄啊，就算你再风流倜傥，但在这也不能如此这般呐！这是哪里跑来的臭小子？母后，母后，您不必如此动怒。这小子有脑疾。原来是个傻子。方季帆，好好治疗，脑疾可不是小毛病。回头见，皇兄。赶紧走，听说脑疾会传染的。给皇上慢点儿，别闪着龙腰。看来有这脑疾未必是件坏事，谁会和一个傻子计较呢？哇，到家啦！老天爷呀！什么情况？寿宁侯和建长伯不是东西呀！两个仗着皇亲国戚为非作歹，糊弄为父3万两银子，口口声声说要去张皇后那儿给你说亲去，还拍着胸脯说这事儿包在他们兄弟的身上，结果收了为父的银子，就直接耍赖了。原来这老婆在琢磨我的亲事。一想到那3万两银子，我就心痛啊！
关我屁事！还有啊，别在院子里哭哭啼啼的，像什么？哦，竟敢骗我方继帆的钱，有机会我倒是要会会他。这一年间，气温大幅度下降，淮河流域竟然下起了大雪，雪下了足足半年，天气冷得要命，庄稼很难长，老百姓没饭吃，是这场灭亡的诱因之一。少爷，这是杨管事今早买的炭。啊，最近炭的价格暴涨，都40钱1斤了，还是想买都买不到呢。这么贵，抢钱呢！不过话说回来，木炭的价格居高不下是有原因的。在这个时代，富的人烧炭，而贫贱者只能烧柴。木炭虽然烧着费时费力，但不会那么呛人，因此很受富人青睐。柴火烧起来比较呛人，还要平民费力采集和砍。没人用无烟煤，无烟煤的含硫量很低，燃烧时无色无烟，而且可以烧很久，是极好的御寒材料。我记得无烟煤在这京师似乎只有一处产的，这个地方发财了。邓健，西山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去打听打听，那儿是谁的地儿？是寿宁侯和建昌伯的地，这事儿全京师都知道。又是这两个姓张的倒霉蛋！我要是去买西山，他们肯定会狮子大开口。可西山是个宝藏啊，京畿内外上百万户人需要取暖，谁掌握燃料，就相当于有一个聚宝盆。走，邓健，我们去账房取钱。二位老爷，门口有人求见。谁呀？是南河伯。哎呀，不见不见！那老家伙上门都几次了，每次都是要钱。我们可是凭本事骗来的钱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免谈。啊不是南河伯，是南河伯之子，那个方继帆，出了名的败家子。小侄方继帆，久闻两位师叔大名，特来拜见。你小子特意前来，会是为你老子来要钱的吧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来买地的，就是西山那块。英俊的贤侄，你说什么？这小子怎么看怎么像冤大头。这可是好地，没有10万20万两银子，打死都不卖。真不愧是兄长啊！兄长太狠了，那个不值钱的破地方，开口就是10万20万两银子。是，5万两银子当场交割，若是不肯，我立即就走。这人疯了吧？5万两银子买西山那片荒地，这荒山里可种不出粮来。5万两，我分明说的是10万20万。看老夫和你爹是忘年之交的份上，10万两。当然了，告辞。且慢，方贤侄，价格还可以再商量啊。毕竟这是祖产啊。这样吧，西山那里的地在山脚下还有一处庄子，足足有上千亩，8万两一并给你了，全当交个朋友。对了，贤侄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你有钱吗？我现银不多。你没钱啊？没钱你跟我俩。可小侄有地，地契都带了，还有宝钞。我的天啊，这是什么感觉？好幸福啊！贤侄，有空常来啊！老夫喜欢你。西山搞定，等着瞧吧。少爷自然病好了，但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。便宜那两个老东西了。
也是可怜。殿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殿下，什么？莫非？公主殿下晕倒了！怎么回事？方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到底如何了？老臣万死！想来或许是殿下染了风寒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刚才还好端端的。臣看公主殿下气色很不好，还请公主殿下爱惜自己的身体。快去传方继帆入宫！哦，终于到家了，想赶紧喝点热乎乎的好茶，然后在暖暖的被窝里躺下。我等按陛下旨意，带方继帆即刻入宫。做好了，发。果然，公主殿下还是病了。你可知道她害了什么病？臣想看看公主殿下的病情。冯公子如何了？老夫还想请教，公主殿下所犯的是什么病啊？这嘴上无毛的小子，恐怕也是白给，这下都玩完。总不能告诉他们是病毒性感冒啊！有了，我已经知道公主害了什么病。是什么病？她得的是脑疾。脑疾会烤热吗？你把老夫当白痴？何况老夫看方公子并未把脉，就如此言之凿凿，是不是太过武断了？我方继帆10几年来研究脑疾再熟悉，所以一看便知哪里需要把脉。这小子真是臭不要脸啊！方公子年纪不过10数岁，却研究了10数年，这未免言过其实了吧？你懂个屁！我是被研究。被研究，也就是所谓的久病成医。这不是你开玩笑的地方。请陛下放1万个心，相信微臣便是。微臣是那种不靠谱的人吗？天哪，长得就很不靠谱啊！完蛋了！我可怜的孩子，这可怎么办？昨日见张皇后还是雍容华贵，荣辱不惊，可遇到了儿女的事，便方寸大悟。唉，看我的吧！老板，请人给我笔墨，我要开方子啦！相关论文中曾说过，其实公主殿下的病并非是无解，在现有的条件之下，完全可以借用一些药物，做到药到病除。敢问方公子，这药如何煎服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不要啊！你这样还好意思冒充大夫，一介之臣啊！陛下且放心，臣不是吹牛，臣下了药，定能药到病除。臣先告退。好，方亲家有劳了。头一次见到皇帝如此失魂落魄的样子。月娥，你已经10几个时辰不曾合眼了。这里有朕，修容吉人自有天相，定会转危为安的。几个御医都说了，方继帆并非是大夫，他的药10之8九也是无用的。秀儿只怕是熬不过去了。这些庸医到现在还敢逞口舌之快，胡言乱语，朕绝不轻饶他们。唉，朕只恨不得以身代秀容，为何要让朕的女儿？陛下，娘娘，公主殿下醒了，醒了！秀儿，居然当真是脑疾，神了！医书上说，脑残者无药医也。现在看来，
太空武断了，久病成医，竟比5等成进伊礼术10载都要厉害。少爷，少爷，宁国公来了，人让少爷去前厅一趟。无非老爷子，又是那老疯子，当沙包了，总想着揍我。看来我得穿的厚实点再过去。走吧。气死我了！寿宁侯和建昌伯这2个混账，昨天夜里又派人送了请柬，说是买了一片荒地，发了大财，请大家吃酒。这一大片的荒地，换来了你们方家8万两银子。你们家季帆是不是疯了？无论怎么说，至少换了一块地来，虽是荒芜了一些，可是，老方啊，你是不知道，西山那块地狗屁不是，没人买。现在好了，季帆这臭小子居然主动登门。银子本就是季帆挣的，就算不是他挣的，自己的银子，儿子花了就花了吧。照这么下去，老方，赶紧随便给你家的方季帆找个媳妇儿吧，什么人都好。银子本就是季帆挣的，就算不是他挣的，自己的银子，儿子花了就花了吧。照这么下去，老方，赶紧随便给你家的方季帆找个媳妇儿吧，什么人都好，要快。哎呀，他现在可是在詹事府当差，前途似锦呐！你还不明白吗？当今圣上可是最讲仁义礼信的，一个臭名昭著，把自己卖了给人家数钱的人，陛下还会提拔吗？你还指望这个臭小子找个什么好媳妇儿？都怪我，怪我，我就是无方啊！啊，这不怪你，怪季帆。这狗东西怎么还没来？知道老夫来了府上，也不来拜见吗？这臭小子，老夫亲自把他提来，不打折他的腿，这口恶气实在难出。不敢进去啊！据说英国公少年时就骑射功夫了得，拳脚也厉害，自己过去了会岂不是送死？原来你在这儿。那么好吃还有事，前去告退！臭小子，让你瞧瞧你大伯的身手！总算摆住你了，侄儿，你觉悟吧！再见了，美丽的世界！不好了，陛下和皇后娘娘带着一大帮人来了！什么？开玩笑的吧？张亲家也在啊，看来清闲得很啊。堂堂国公，也不曾有陛下来拜访啊！什么？我的老天爷呀！见过陛下，吾皇万岁，皇后千岁！见过陛下，娘娘。季帆，你不必多礼，本宫就是来寻你的。皇后娘娘竟然亲切地叫这小子季帆，此次真的是有劳你了，否则公主就真的性命不保了。本宫此番来，只为一件事，给你道一声谢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这臭小子竟然回复皇后说不客气。皇儿救了公主殿下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大家都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谢娘娘。南河伯，你教了一个好孩子。多谢娘娘夸奖，犬子无状，还请娘娘恕罪呀。恕什么罪？他是有功之人，即使有罪，本宫也已将他当子侄看待，天大的罪也赦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季帆当侄子，季帆呐，你小子要上天了！这是什么情况？是不是过头了？你这臭小子！娘娘说了这等洪恩浩荡的话，赶紧说一句不敢当才是啊！那老婆无非就是暗示我说娘娘大恩大德之类的话，但是这有违我方地方和蔼傻缺的终极人设。既然如此，那就……还算这小子识相。侄儿方季帆，
拜见姨母。他在说什么呢？季帆，从此本宫便是你的姨母，谁欺负你，和姨母说。谢姨母。好吧，好吧，你到书房来，朕有话问你。方爱卿，公主的病痊愈了吗？陛下，小侄……小子，朕知道你认得亲，无论如何也该称臣，还懂不懂得礼数礼数？臣以为公主的病已经痊愈，陛下不必担心。公主所患的乃是脑疾，你写的方子当真药到病除了？是脑疾，陛下放心好了，方子没问题。既然能药到病除，那为何朕听说你如今还在治疗？对呀，为什么自己还没有放弃治疗？这可怎么解释啊？想来是没那么容易去除病根吧？你不必安慰朕，实话实说。这是逼着人说瞎话的节奏啊！陛下圣明啊，果然明察秋毫。所以需要随时复诊，自然要防范未然。你在詹师府，那么就令公主去詹师府让你复诊吧。知遇表妹乃是臣的荣幸，放心吧。小子，朕刚说的话都忘了吗？要注意臣意。这公主殿下，乃臣应有之意。那么，倘若她发病，会有什么征兆呢？就像臣一样，你看臣现在傻乎乎的，总被人欺骗，这说明臣没有发病。可若有一日臣突然精明起来，就说明发病。因此，殿下若举止和平日不同，那么就是旧病复发的征兆了。原来如此，朕会让人随时观察他的举止，若有什么反常，随时传唤你。是，陛下。本少现在算不算多了一个病友了？来啦，方兄，听说你还会治病啊？哪里，被研究的多了，也只比御医好一点点而已。哎，本宫听说你买了寿宁侯一大块地，来，和本宫说说，你要做什么呀？做生意呀。什么生意啊？带上本宫啊，我们是兄弟嘛。殿下有银子吗？哼，不就是银子吗？小气！本宫乃是太子，什么银子没有？殿下，您这是去哪儿？本宫去给父皇和母后问安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陛下，您这是……最喜欢的千里江山图哪儿去了？皇兄，本宫有银子了，你看着学。哇！几位查一查，看看太子在做什么？没有，此时任何人都不可声张。是，陛下。这个败家子儿，太子拿了一幅《千里江山图》，还有一副象牙镶金的笔筒，还有自唐时传下来的龙凤玉璧。别说了，闹人疼的这些宝贝。别说了，闹人疼的这些宝贝啊，都卖给王金元那个胖子了。是那个买我物的商人呢？宫里御藏之物，王金元也敢买？他没胆子买，可他也没胆子不买啊。王金元也有被强买强卖的一天，缺德啊！太子，你这个人渣！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做买卖了吗？臣在西山买下了一座荒山，不过需要发掘，所以需要招募一些人手。还有，那荒山附近的土地也需买下来。发掘？发掘什么？煤呀！现在不是天冷了，将煤卖去，让人取暖。哎，本宫怎么没有想到啊？我早听人说过那儿有煤。现在这天寒地冻的天气，那些百姓若是不取暖，非要冻死不可。臣还打算在山脚下再造点煤炉和烟管出来。京里的富户们讲究啊，不差钱，这不也是商机？本宫要和你一起赚大钱。只要天气再冷一些，人人都需要煤炭。西山的煤都是浅层的煤矿，开采简单，价格低廉。咱们发财的时候到了。方兄，真是我的知音。若是赔了，还能拉太子垫背。之后，方继藩下了帖子，说要买地，
西山附近的一些大地主就像捡了金元宝似的，方景龙这边也有很多友人贼兮兮的寻上门。令子要买地，方老哥，我也有地呀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不是？老子提地的事儿，老子断了他！什么？太子拿着卖我宝贝的钱和方继藩做生意去了，还买了许多破荒地。陛下，是不是要让锦衣卫出面干预一下？现在插手，还怕闹的笑话不够吗？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殿下，很快就要下雪了，到了那时，殿下不想发财都难。方兄，等我们发了财，你想做什么？赚更多的银子，让所有人都看得起臣下。果然英雄所见略同，本宫也是如此。既然是买卖，就得有个响当当的名字。殿下觉得取个什么名字好？就叫镇国煤业。Nice， 很有皇家风范。什么这丝那丝的，只管夸赞就好了。哎，可恶可恶！招牌有了，煤球也有了，可谁负责买卖呢？要找个专业人士才行。有了。进去。轻点啊！你可来了，王兄。方公子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经不起折腾了。前些日子我被太子殿下逼迫，花了20万两银子买了宫中御用之物，这些东西谁敢买呀？这基本是砸手里了。乖，别哭，不就是20万两银子吗？有一个买卖想和你一起做，你来做大掌柜，大家一起发财，好不好啊？多谢方兄，请问是什么买卖？卖煤。卖煤？这玩意儿烧起来浓烟滚滚，能毒死人，遍地都是，这咋卖啊？哎呦，方兄，我求你放过我吧！有话好好说，王兄，咱们是老朋友。王兄当真不肯和本少爷合作？不，好吧，人各有志，本少爷不是那种强人所难的人。啊，对了，王兄，那太子殿下当真拿了一把大刀架在你的脖子上？哎，别提了。3尺大刀，飞毛断发，我惨呐！就将本少爷那把上斩太子下猪肩上的玉剑取来。方公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放心，不是真的玉。更贱了，要是再慢吞吞的，老子连你一起斩了！方兄，我突然觉得卖煤还不错，这煤小的卖了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有强迫你哦。在皇宫的角落里坐落着内阁，这里虽然不起眼，却是整个天下的中枢。在这里上班的是内阁大学士，他们是全国最有文化的文官，负责处理很重要的奏折。等他们批注完建议后，才会送给皇帝过目。其中这3位便是内阁首辅，有着宰相一般的地位和权力，简言之，就是3个大佬。这太子殿下托刘瑾送来的无烟煤果真这么神奇吗？其实刚送过来我还吓了一跳，以为太子要害我呢，因为煤是有毒之物呀。但现在这无烟煤烧了许久，无烟无毒，真是神奇。最神奇的是，它竟然可以烧这么久，简直是取暖神物啊！而且我听刘瑾说，这无烟煤的价格还非常低廉，如此一来，简直是百姓之福啊！人人都不用受寒冬之苦了。我听说方继藩怂恿着殿下做买卖，不知是否和此物有关？哦，方继藩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3个大佬的认可。老方，今天演讲的是翰林们给父皇讲学，本宫也得去学习。父皇叫你和我一起去。每当和太子一起被陛下叫过去，就准没好事。我猜的应该……方继藩，朕上次读了你的改土归流之策，觉得颇有道理，可近来深思熟虑，却又觉得未必可行啊。果然没错，皇帝老儿开始找我事儿。最近带着太子鬼混，得找个理由打压打压这小子。朕觉得这改土归流之策未必可行，还请陛下赐教。
好，此策虽好，可是动静却太大。该土归流乃是一剂猛药，若导致各地土司不满，恐会引起更大的祸端。这个担心还挺合理的。可是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年贵州和广西似乎还有一场叛乱。陛下，臣以为一日不通过改土归流治其根本，广西尤其是贵州的叛乱只会愈演愈烈。臣敢断言，不久之后，新的叛乱便会产生，且声势浩大。陛下，臣以为一日不通过改土归流治其根本，广西尤其是贵州的叛乱只会愈演愈烈。臣敢断言，不久之后，新的叛乱便会产生，且声势浩大。这臭小子疯了吧？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说这次他有没有把钱公放在眼里？这简直是对钱公的一种侮辱。钱长4年，此前历任山东、河南巡抚，政绩昭然。此人最重教化，所治之省无不堪称典范。此公乃栋梁之臣。这臭小子，原来就是想敲打他一下，还来劲儿。钱公，那个钱长这么出名吗？这家伙不是在历史上被叛军给吊打吗？钱公确实厉害，用教化的手段把山东治理得非常好。臣也有所耳闻，但他书生气太浓，用同一套方法管理西南地区的土司完全不行啊！真是后悔刺激这脑残小子了，没完没了。这是诽谤大臣。好了，休要再提了。这臭小子太目中无人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好了，那个太子啊，儿臣在。来和朕说说，你近来读了什么书啊？妈，没读吗？不是，儿臣最近进来看的学的是春秋。喂，庄公，3年春，王正月，你会骑师伐魏，夏4月。还有呢？这些日子你做什么去了？儿臣读书啊。陛下，臣有事要奏。王华是杨平和的助手，和杨平和一样，都负责太子殿下的教育问题。说，太子殿下乃是国之储君，可据臣所知，近来太子殿下竟和方总旗一道经商。什么？经商？那可是贱业呀！竟然拉着太子不务正业，简直是个祸害呀！不止如此，他们卖的是煤，还声称煤可以取暖。我没听错吧？他们所谓的经商就是卖煤，是不是把天下人当傻子了？煤这东西又麻烦又有毒，更别提取暖了，哪有木炭好用啊？哼，我卖的可是无烟煤。我感觉太子是疯了。陛下，其实臣和太子不是在做生意，而是为了造福百姓。太子殿下忧国忧民，一心想为天下百姓做贡献。两个是一样难卖了呀！二人可知罪？陛下，是刘大人。刘大人举足轻重，他要是痛批此事，那方继藩和太子要倒霉喽。看看他老人家怎么说。刘亲家有什么话要说？臣以为无烟煤确实很好。什么？怎么会？我在做梦吗？刘公竟然在为那个臭小子和太子说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荒唐的事吗？陛下，老臣也以为无烟煤好。是狗也向着他们说话。陛下，太子殿下与方继藩二人确实是功不可没，单凭这无烟煤，不知拯救多少苍生。就连李大人也，这个世界怎么了？他们可是宰辅，竟是不约而同对这煤赞誉有加，这怎么可能？刘亲家，你这是何意？陛下，近来不只是京师，
从北京城至通州乃至河南山东诸地突降大雪，木炭的价格一涨再涨，寻常百姓却没有新柴取暖，斗死者无法计数。陛下宅心仁厚，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百姓们饥寒交迫吗？无可奈何之处就是，即便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。今太子殿下与方继藩二人竟是捣鼓出了无烟煤。此煤老臣亲自用过，比之木炭持久，却无味无烟，实乃御寒神物。臣还得知1斤煤的价格不过木炭的1成而已，价格低廉。诚如太子所言，怕是连寻常百姓都可以买来御寒。臣敢说，有了这无烟煤，今年这场寒灾冻死的人口将大大降低。当真可以替代木炭？儿臣拿人格作保。列宗们保佑啊！喂，这是归功于我的努力吗？怎么突然变神棍，把功劳都归你们家列祖列宗了？若当真如此，不知可以救活多少人。太子方继藩，你们这煤炭日可产多少斤？陛下，只要人手足够，数目不是问题。人力可以招募京师外的流民，他们现在饥寒交迫，太子殿下怜悯他们，因而希望招募越多流民越好。你们呐，总算做了一件好事儿。是否无烟煤这3个字已在他们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？皇帝有话说，便只留下他们2人。父皇，你看，儿臣还算办事得力吧？朕的千里江山图呢？你的本钱是从朕这里窃走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另一半的收益和太子没有关系。你按时送来宫中，冲入内堂吧。我死了。无烟煤这桩买卖被皇帝认可后，方继藩又盘算了一下，几乎只需要1年不到的时间就可以回本了。无烟煤这桩买卖被皇帝认可后，方继藩又盘算了一下，几乎只需要1年不到的时间就可以回本了。但凡是垄断了民生物资的行业，没有不是一本万利的。这镇国煤业将会大赚一笔，而且由太子的金字招牌变成了皇帝老子的了，这招牌将更加闪亮。太子则是白忙活一场。此时的寿宁侯和建昌伯这一对张家兄弟并不知晓，他们卖给方继藩的这个荒地竟有这么大的价值。方贤侄，你好呀！这不是那2个卖我西参的倒霉蛋吗？好久不见，贤侄清瘦了，要不要去府上喝点水补一补身子？真可恶！好意心领，我爱吃燕窝。燕窝不好吃，喝白水好，健康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近来在卖煤？是啊，做点小买卖，糊口。真是个大傻子，有那钱赔，不如都给我们兄弟2人。那就祝你生意兴隆了。这个大蠢蛋，2个大蠢蛋。可是南河伯家的方公子，在下四海商行的邓通，想和方公子谈一谈生意。四海商行乃是京东的翘楚，他们经营着皮货、丝绸，而且在南京、苏杭以及所有可以叫得出名的地方都有分行，甚至他们还经营着钱庄。而这个邓通背后的人绝不简单，坊间早有人猜测，可能和南京守备的魏国公以及京师的定国公府有关。这四海商行找方继藩做买卖，是我眼睛进屁了吗？你想谈什么生意？
四海商行想要买下方公子在西山的那一片地。是不是我耳朵出毛病了？四海商行竟然想买那片荒地？我们打听过了，方公子只占了西山一半的股份，不过不要紧，四海商行只要这一半，愿出纹银100万两。方公子可以有兴趣吗？100万两，500万两。后来四海商行都说到500万两都可以商量。姐，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那片宝地可是我们的呀！他当我们兄弟傻瓜，只8万两银子便拿了去。天哪，这是欺诈呀！阿姐，这太欺负人了！这不只是侮辱了张家，更是侮辱了阿姐你呀！他没有将我们放在眼里，更是不将您放在眼里。阿姐呀，我不活了，不活了！你们闹够了没有？阿姐，要不让陛下下一道旨意？阿姐，你怎么打人啊？当初地是你们卖的，现在来闹，这地是后赵和季帆一道买下的。你的意思是不是连带着本宫的儿子也强取豪夺了？给本宫滚出去，少在这丢人现眼！芳儿，来，快来，给你看好东西啊！好什么名堂？没正拜见恩福。哦，你们好啊，怎么今日不读书了？为父近来突发奇想，去查了一下账，又少了不少银子。这样下去可怎么了得呀？那卖乌木的钱眼看着又要被你败光了。不过都怪我，从前呢对你疏于教导，为了咱们方家最后一点家财，所以为父要以身作则。3个徒孙是读过书的，出的主意就是不一样啊。什么叫教化呢？教化就是言传身教是也，对不对，欧阳徒孙？是，师公说的都对。今日为父就要言传身教，教教你如何才能节俭度日。看起来还拉了外援，这3个兔崽子是我的徒弟，据说叫自己恩师的爹来对付自己的恩师，恩生该死！言传身教嘛，其实说穿了就是要勤俭持家。怎么才能勤俭持家呢？芳儿，你看，吴延梅，我儿见多识广啊，这也就是这2日才实行起来，怎么样？很暖和吧？而且重点是，它非常的便宜呀，简直是物美价廉呐！为父想说的是，我们花该花的钱，但是不该花的冤枉钱，咱们不要花。就好比你上回买的破荒地，会被别人笑话的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三儿不明白。哪里不明白啊？这吴延梅就是产自西山啊，这玩意儿在你儿子这儿一文不值，你还花钱去买，你脑子是不是进体了？什么？没产自西山？等等，西山又是我们方家的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哎呀，发财了！哎呀，儿回过来，别你亲一口，给我死呀！哎呀，快来，老爸，你被弹劾了！弹劾？谁弹劾我？我进来做了什么事？督察院御史弹劾你诽谤大臣，还列举了你种种劣迹。这弹劾奏书一出啊，闹得挺大的。不过是一份弹劾案。走，太子殿下，我们是下棋还是去骑马？弹劾？这满朝公卿哪一个没有被督察院弹劾？就连皇帝还被人骂不纳后妃，以至于此次不枪对国家没有益处。既然我享受了被弹劾的待遇，这说明自己已经从一个经社少逐渐变成了精英人士，这就是成长的标志。既然我享受了被弹劾的待遇，这说明自己已经从一个经社少逐渐变成了精英人士，这就是成长的标志。
方总旗，这就有所不知了吧？你个刘大坏蛋！这封奏书之所以有如此反响，俱是因为方总旗侮辱了贵州巡抚钱岳。这朝中许多人都是钱岳的至交好友，不少人都为他抱不平。啊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本宫已经准备好了。老方，你看我们今天夜里埋伏在那御史下职回家的必经之路上，蒙了他的头，揍他一顿如何？秀儿，你是真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说白了，这帮御史就是一群朝廷圈养起来的键盘侠，人家本就有捕风捉影的权利。我和你这太子殿下一块把人打了，那事情可……别闹了，殿下，我们现在是有钱人，所以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。本宫没钱，本宫的钱都被父皇劫了去。啊，最好还是文斗，不要武斗。金子钝口，不动什么玩意？哎呀，动口有什么用啊？还得是靠拳头。你赢，你赢。真是岂有此理！土司之女米鲁下嫁给了贵州土判官龙畅，却因夫妻不和反目成仇，米鲁便带着土兵直接破了贵州普安城，自称无敌天王，宣布造反，未免也太草率了吧！真是琢磨不透这帮土人。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只能选择平叛了。哼，有意思。这份奏书，如今都看了吧？看过了。寿宁侯和建昌伯联名上奏，弹劾的目标竟是方继藩，罗列了100多条罪状。也亏得这张家兄弟尽心。朱钦怎么看？寿宁侯和建昌伯历来也有点荒唐，他2人弹劾方继藩，应该是和方继藩有私仇，所以这份奏书不发表也可以。只不过钱岳的政绩是实打实的，在读书人们心中很有声誉，却被方继藩所轻视。陛下不妨借此事敲打方继藩，让他规矩一些。说得不错，这个小子，朕确实该收拾一下。儿臣见过父皇。不必多礼，方亲家近来可好啊？微臣方继藩见过陛下，吾皇万岁！陛下在百忙之中日理万机之间，竟然还不忘召唤微臣，微臣忍不住要放声高歌，称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英明神武，陛下万岁！这马屁未免也太露骨了吧？朕召你来，是有几分弹劾你的奏书，这一份是督察院御史张芬上奏的。又是弹劾。还有这一份是寿宁侯和建昌伯的奏书，都是弹劾你侮辱大臣，弹劾你平日行为不检。这么厚，不直接说啊？你可有什么话说？臣哪里侮辱大臣？当然是对右副都御史、贵州巡抚钱岳。臣只是据实禀奏，发表自己的看法，何来侮辱？冤枉啊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想要抵赖？平日你的恶言恶行还少吗？而今这么多的弹劾奏书，朕岂能不给天下人一个交代？这一次非要严惩你不可。哼，借这次机会吓唬吓唬这小子，让他守守规矩。这何人？臣代诏翰林蒋欣，有加急奏书，事关重大，须立即见驾。进来说话。微臣蒋欣禀告陛下，贵州巡抚钱岳送来了急奏。何事啊？云南占益州土司之女米鲁，因为跟丈夫关系不和，造反了。钱巡抚得知后，立刻组织平叛，不幸兵败。
兵败。土司实力雄厚，意图造反，想要解决他们，理应监视并派兵驻扎，或者干脆软禁。钱月却跑去和谈，现在平叛失败，严重威胁到了朝廷在云贵地区的威信。请勿朕呐！可恶！陛下，这是老臣的疏忽，当初举荐钱月，现在请罪，为时已晚。最紧要的是立即派兵平叛，万万不可让事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等一下，方继藩这小子猜测土司们还会反，果然反。还有，认为秦玉有书生气，并不适合在贵州独当一面，而现在也一切成真。这个少年到底有多强大的洞察力？现在看来，改土归流似乎已经势在必行了。当务之急是先要剿灭叛乱。下旨命南京户部尚书王氏兼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接替贵州巡抚的位置，调集云南的军队去平叛土司。叛乱平定之后，就推行改土归流，先分化土司和土人，强制将世袭的土司改成有一定任期的流官，避免他们权势熏天，教化土人，给他们分发土地，让他们耕种。方卿家以为如何？不好。方卿家以为如何？不好。莫非方兄？改土归流不是你小子的谏言吗？怎么又不好了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咱们的步子要走得慢一点，才能走得稳。这里存在一个信任问题。千百年来，土人都依附这些世袭的土司，即便陛下给予土人们恩惠，难道他们会当真相信朝廷？所以第一步是赢得当地老百姓的信任。颇有道理。平定叛乱后，先通知当地老百姓，朝廷官兵准备撤离，陛下开恩把剩余的军粮分给土人，每人可以领取20斤粮食和1斤盐巴。到时候只要有土人来，各地驻军绝不可做什么手脚，来多少人发多少粮和盐。等过了数月，再下旨发一次粮食，进一步提升土人对朝廷的信任感和好感度。从土司角度看，朝廷的军队撤，威胁没了，土人又有了粮食和盐巴领，信任感到位，就可以落实改土归流的政策。陛下下旨就说体恤土人们的困苦，准备将土司们拥有的大量土地分给土人，而陛下为了嘉奖土司的义举，就得对他们加官进爵。只是这加的官是流官官职，且是调到外地就职，明申暗贬。此时就算土司和土官们强烈反对也没用。土人们沐浴在皇恩中，为什么要冒着风险跟着土司去造反？陛下，此乃长治久安之计，这几板斧下去，改土归流也就成功了。这小子的思路清晰的有点下眼泪啊！果然没错，方兄定是有上等人策。哼，真是个爱出风头的人。讨厌！诸位卿家，方卿家说的方案，以为如何呀？这毕竟是国家大事，就算我说的再怎么样，大臣们也要深思熟虑。儿臣以为如此最好。太子殿下，什么情况？今天本来是敲打方继藩的，结果人家优秀的很，但是棍子都举好了，实在太尴尬。那就冲你了，我的儿。怎么，吾儿还有什么高见不成？儿臣以为，土人和百姓们一样，求的是吃饱穿暖，这才是天大的事。我们只要满足了这些事，土人的心必定向着朝廷。养尊处优的太子，竟然体会到了老百姓的心声。
这是真的吗？我儿竟然如此！等一下，是有人教你说的吧？不是的，是儿臣去了西山煤矿，亲眼目睹了那些衣衫褴褛的矿工，方才知道，原来百姓们竟是如此困苦。对许多人而言，能活下去，已是上天的恩赐了。方兄，他不知咱们的身份，为什么还如此拜谢我？因为咱们给他们工作，他们能有口饭吃。只这小小的渴求，若是能满足他们，便可使他们对朝廷、对父皇感恩戴德。儿臣这几日都在琢磨这件事，原来小民们所求的，竟只是这样的简单。儿臣的心里……喂，去西山煤矿的事可是偷偷溜去的。继续说下去。儿臣的心里十分触动，所以儿臣断言，只要朝廷尽心按着方进藩的方法去改土归流，势必成功。儿臣敢为之担保。我儿真大，不能太高兴，要不然他又要得意忘形了。你还去西山煤矿了吗？父皇，只有儿臣自己，绝对不是方兄带我去的。你小子，不可有下次了。还有方继藩，臣在。前月的事情上，朕懊悔没有早点听取你的意见。即日起，你就在詹事府陪太子读书吧。陪太子读书，这分明是被器重的征兆。想来这也是陛下为太子殿下铺路，这是要打起太子的班底。可是这一朝代也没有陪读官呢，这算啥？陛下，陪读算什么官？什么？连这话都敢问？这次难道就没有一丁点的情怀？好了，退下吧。臣告退。快走，快走！刘亲家，眼下平叛乃是当务之急，可眼看着就要岁末了，明年开春便是春闱，会试之事也要及早准备呀。会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，因考试在春天举行，故又称为春试或春闱。是啊，会试即将要开始，我还指望着3个门生能中戒指，然后显示他们3个孝敬来的成果呢，太期待了。而且今年的会试本就是最波云诡谲的一场考试，这一场考试牵扯到了某个考官的弊案，不止如此，还波及到了一个江南才子。我至今还记得他的诗句：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里桃花戏。当然也拜后世某位演员所赐，我脑海里隐约传来一个声音：红烧鸡翅膀我喜欢吃。只是相比于影视剧中的形象，历史上却十分落魄。28岁的唐寅现在以高中应天府乡试第1名，成为名噪一时的解元公。要知道，解元和解元是不一样的，就如同考上普通小城市的高中和考上某一线重点高中。唐解元现在也该进京赶考了，他在北京将会因为几个同乡的关系牵涉进弊案之中，紧接着会入狱，遭受非人的折磨。最终朝廷宣布永不录用了，才华横溢、意气风发的唐解元便将进入人生中的最低，至此落魄一生。或许我可以拯救他。我不相信堂堂的应天府解元会在科举中作弊，唯一的可能就是他被人牵了。想要让他摆脱舞弊的嫌疑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进京之后不去和这些人有任何的瓜葛。想要让他摆脱舞弊的嫌疑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进京之后不去和这些人有任何的瓜葛。对了，我那3个门生也在好好用功，考题已经加在布置给他们的作业之中了，废寝忘食的学习去吧。他们毕竟没有唐伯虎的才情，所以只好按免学费。想什么呢，方同窗？刚才本宫没说错话吧？殿下字字珠玑，佩服佩服。嘿嘿，本宫见父皇还是慎得慌。微臣也害怕哎。太子殿下，方总旗。什么情况？娘娘听说太子殿下和方总旗进宫来见驾，特意命太子殿下和方总旗去坤宁宫，请方总旗为公主殿下复诊。对，公主殿下的病还会复诊呢。母后，你们来了。
儿臣想念不够。季帆来了，臣见过姨母，姨母金安。哇，姨母的气色更好了，臣差一点以为公主殿下端坐在此呢。好好好。哦，方总旗，你好呀！是不是弹劾我的那俩混蛋？嗨，见过两位师叔，听说你们二位联名弹劾了晚辈。什么？这小子知道自己被弹劾了？那说明陛下已经处理过这件事了，可他为何完好无损？陛下真是洪恩浩大，非但没有加罪于晚辈，反而还要让晚辈去陪太子殿下读书。陪读，陛下让季帆给我儿当陪读，不仅说明了自己兄弟的弹劾纯属污蔑，而且方季帆令太子得到了某种改变，使陛下深信他将来会在太子身边给予太子殿下巨大的帮助。方季帆之前救过我的女儿，如今他又是我儿将来的左膀右臂，这样的人竟然被我的两个蠢弟弟弹劾了。于是乎，张家活宝得到了姐姐的一顿胖揍。哦，方总旗，见过殿下。有劳方总旗了。之前好像没仔细看他的脸，没想到未来孩子叫什么好呢？方总旗，请立即复诊吧。啊，碍事，伸手。不伸手如何复诊？哦，好了，别怕，反正殿下大病的时候，该摸的都已摸了。什么？你这次，不能展现与平时相反的举动，要不然又得吃苦药。忍忍他吧。没问题，病情没有反复的迹象，公主殿下玉体健安，就放心了。好了，告辞。啊，我还以为他会开云。哼，本少爷是这样的人。唐寅与友人徐经一同入京参加会试，却因牵连徐经科场案下狱。唐伯虎才华横溢，而且还是应天府的解元，没有必要考试作弊，却因为跟徐经、主考官程敏正走得太近，而被牵连了。所以方季帆为了拯救自己心中的偶像，必须阻止唐寅碰到那两个人。少爷，王介元、唐寅就在这家店里，孤身一人。事不宜迟，少爷，等等我了。少爷肚子呀，好疼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少爷，这就是唐寅啊！这就是唐伯虎，没想象中的帅，有点不想救。可他在我心中依旧是偶像，还是要救。可是唐介元，阁下是方季帆，金盆过灶。哦，见过方公子。本公子对唐介元慕名已久，不如我们借一步说话。我有许多事还要向唐介元请教。很是不巧，学生邀了几个朋友吃酒。唐寅肯定是拜访徐经还有礼部侍郎程敏正去，双方都是有利可图，所以这种拜访很正常。对于伯虎兄来说，这是为了自己试图去拜访，可是他会被害惨的。且慢，不许走！方公子，下次一定。本少爷说了，不许走。你若是敢走，本少爷打断你的狗腿！学生若非要走，又当如何？天子脚下，朗朗乾坤。这里是有王法的。我就是王法，对住了伯虎兄，我帮定。我也不杀，无冤无仇。
把你揍成猪头，我看你还拜访谁？我明白了，方继帆，你有3个门生，俱都是巨人，你是害怕我唐寅经此大笔拔得头筹，抢了你3个门生的风头，方才故意来找茬。你好狠毒啊！你也配和本少爷的3个门生相比？你的奸计不会得逞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不妨我们就打一场赌。若我的门生考得比你唐寅好，你便拜我为师。可若是你输了呢？那就掐死我这3个门生。我怎么突然感觉背后一凉啊？五爷没再续上条。你等着。就这个衰样，铁定不能再拜访任何人。帮助人的感觉真好。天子脚下，谁敢造次？是谁敢谁凶？来人，我要走了凶徒！是谁敢谁凶？来人，我要走了凶徒！竟然打一个读书人，臭不要脸！给我乖乖过来！我叫方继帆，我爹是方景。你是何人啊，小老弟儿？小的张崇。哦，家里几口？小的上有老，下有小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这个叫唐寅的读书人居然当众殴打本少爷。看见了，小的这就拿人。居然有人敢打公子，这是小人的失职，小的这就……算了，不打紧，我不追究了。公子宅心仁厚，小人敬佩不已。敬佩，我佩。从今往后，叫人将这里钉死了。谁若是和这唐寅勾三搭四，便是看不起我方继帆。是，他的医药费5出，把他治好。好嘞。斗殴之事惹得一些人心存愤恨，大伙儿都关注着方继帆所说的赌局，希望唐介元赢了这场赌局，狠狠将方继帆的3个门生踩在脚下，好出这一口恶气。外间的传闻你们听说了吧？听说了。接下来就该好好教你们读书。这一次，为师一定让你们将唐寅这臭小子踩在脚下。什么？刷题？以你们的智商，想要在会试脱颖而出很难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刷题。为师要求你们每日做题，一日要写出2篇八股文。为师出题，我早就把今年春闱的真实考题藏在题海让他们做了，虽写了10几篇，但还是不够。要想考得好，还得研究主考官对文章的喜好。这次春闱主考是李东阳，我曾在档案馆里研究过他。除此之外，就是规避舞弊案的问题。尽管后世多认为这桩舞弊案子虚乌有，但最后朝廷还是对牵连在内的考生唐寅做了严厉惩罚。会试和乡试不同，乡试是小考，上上下下都由主考负责。主考很有威信，深受朝中上下信任，不论出现什么考试结果，大家都不会质疑。而会试是大考，除了委任主考之外，朝廷还会任命礼部、督察院、罗子健的官员作为考官。因为人多，所以难免可能出现弊案。主考李东阳位高权重，口碑很好，当然没有问题。下面的考官程敏正，从史料看其实也没问题。问题出现在乡党文化上，老乡拜访老乡，想想也挺正常。可是徐经和唐寅都是江南才子，跑去拜访同乡考官程敏正，最后高中，就算没有作弊，也会被人认为有作弊的嫌疑。所以要防止被人认为是舞弊，首先做的就是要建立一道防火墙，防止与外人交流。比如你们几个干嘛去啊？交友。不许去！哎，客官，有人要见你。你觉得我这样能见客吗？小的懂了。揍唐寅其实是在避免他跟外人接触。
怎么还不小众呢？我真机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能成为唐伯虎的师傅，得多酷炫！我绝不会让你得逞的，方继帆！这场赌局一定要赢！快过年了，詹氏府里的许多官员都要休沐，也就是放年假。詹氏府里显得格外冷清。虽然年关将至，但詹氏府的安危要紧。我这个忠心耿耿的总旗兼詹氏府伴读，怎么能不在呢？太子殿下，这是怎么了？你说呢，朋友？你又挨揍了？就是因为年尾了，国库要折算钱粮，户部那儿查账，本宫就想帮个忙，叫父皇说我不务正业，然后你懂的。也是，这个时候的风气就是这样，跑去研究算术和排兵布阵，就是不务正业。你一定要算出来不可，挨揍了也要算出来。哎，真是，我看看。入库司11万金，布33万匹，入库官银93423两，54万担。世界感觉头好大呀！这个时代的出纳和入账的计算方法实在是原始的过分。户部核查的人员不过是在一笔笔的账目上加加减减。想想看，一个江苏府就有如此庞大的计算量，放到2京13省呢？刚才是多少来着？既然有入账，自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出纳，因而户部到了岁末时的出入账极为庞大，有专门的人员分头变进，各自核算，最终再来汇总。一个人能行？太子殿下，方才本宫到底算到哪里了？都怪你老方，你分本宫的心了。行了行了，我来算。你还会算数？那是谁算子？论算术的水平，我虽是文科生，但随便丢一个微积分或是勾股定理来，都足以让古人提高几百年的算术水平。当然，我不打算用算术，因为这一年的岁入开支数目本就在我的脑海里。穿越前就是专家了，不只研究了人物，还研究过生产力水平。我对那些数据记忆犹新，但是不能太快抛出答案，还是要装装样子才行。一得一，二得二，66大顺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周亡。老方当真会算数吗？看着好专业。我算好了。不是吧，这么快？都说了我是神算子吗？这可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，本来准备算个10天半个月才成，这货2天就……他不会是在耍我？好，那你说说看，我记一下。嘿嘿，有理有理。本少爷何止知道今年岁入开支的准确数字，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的数目也都能信手拈来啊！那我说了，今年岁末截止于腊月初7，朝廷自2京13省入库银2754622两，有司79万斤。此外，2京黄庄中得粮77万担，关税27万两，做支出的。这么牛的吗？我没办法验算。算了，我相信我方。我要让父皇知道，这也没什么难的。年关的最后几天，内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李东阳忙着核算国库结余，这是一件极其辛苦的差事。李爱卿负责核算，朕就高枕无忧了。最近也没什么大事，大家可以轻轻松松过年了。陛下，方继帆出事了，他被应天府解元唐寅揍回来。这小子虽然人品不怎么好，但也算是个人才。到底是谁这么大胆？可说来也怪，唐介元将方继帆揍了，方继帆毫发无损，反而是那唐介元遍体鳞伤，下不了床。他们还打了个赌，赌这一场大比谁能力争上游。唐寅是应天府乡试第一，方继帆的3个门生是顺天府的乡试1、2、3。其实历来都是南方考生的战斗力吊打北方考生。比如3位内阁大学士中，李东阳和谢谦都是南方人，且是南方考霸的代表，
刘健是北方人，在北方考生中算翘楚，跟另外2位比就差远了。唐寅足以吊打他们3人。皇帝觉得这次方继藩玩大了，表面不说，心里却对赌局结果非常感兴趣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国库结余算出来了。胡说什么？户部还在算呢。是方继藩算出来的。当然，儿臣也有帮衬，嘿嘿，帮你锤锤。其实方继藩为了提高户部的核算效率，给他们送了一封信，里面写了后世运用最广泛、最科学的记账方法——借贷平衡法。可惜被户部的人撕掉了。国库核算事关重大，皇帝自然更信任户部的判断。方继藩瞎胡闹，你也要跟着？傻儿子！方继藩核算了足足1日呢，儿臣是亲眼所见。我给你们念念他的结果。截止于腊月初7，朝廷自2金13省入库银275万4622两。这么傻，未来不会是一个小昏君吧？儿臣别人的话不信，可信方继藩。他是儿臣的兄弟，他不会骗儿臣。皇帝心想，儿子虽傻，但孤寂的生活里多了一个方继藩，稍微倚重一些，也算人之常情。告退吧，以后不可胡闹。父皇闭塞言路，是昏君。你是不是活够了？你这个逆子，闭下宣布！父皇闭塞言路，是昏君。什么？你这小子！方继藩只是哄你，你还不明白？老方，方继藩不会骗儿臣的。哼，这么多的数，他方继藩1日功夫能核算得出来？他是天上的神仙，还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？没过多久，户部送来了核对结果。方继藩簿子开头入库银两275万4622两，户部核算着入库银两275万4625两。和户部核算的入库银竟是相差无几，只不过最后的一丁点尾数有了些许的变动而已。他方继藩，莫非真是文曲星下凡不成？1万52，也就是说，老方没算错。父皇，儿臣怎么说来着？父皇昏聩，目不识人，儿臣就知道老方不会骗儿臣的。你养了吗，我的好大儿？儿臣万死。父皇圣洞察秋毫，有识人之明。这个方继藩啊，多智而近妖啊，该不会成为一个祸害？皇帝思虑万千，便叫来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一起商讨。方继藩此人，李卿家怎么看？会是太子的剑。太子年少懵懂，那天继位了，正需要剑的辅佐。方继藩虽然爱胡闹，但做事还是很有头脑的。正是一柄利器，若在太子身边，陛下可无忧。没想到李爱卿对方继藩竟有如此高的评价呢。老臣觉得最有意思的是，剑乃利器，既可伤人，又可伤己。而方继藩这柄剑，既能为太子殿下所用，又不会害主。好，愿闻其详。这世上危害最大的剑，是王莽那样既有大才，声誉又响的人。君主渴求人才，希望借助人才来治国平天下。可当人才的威望越来越高，权势越来越大时，
便有了反噬的可能。比如王莽，作为外戚，深受信任，颁布经纶，还誉满天下。可是王莽篡位，反观方锦帆，有脑疾，口碑差，人品在别人眼里也是烂到家了。就算谋反，谁跟他混呢？那个方季帆离我远点！嘿嘿，我许愿，把方季帆的智商全部转移到我身上。您没事吧，少爷？也许是着凉了，没事。只愿方季帆那小子屁股上长光。希望有一天我能狠狠的揍方季帆一顿。都说打喷嚏一响二骂三嘀咕，少爷，是不是有人要报复你啊？想必咒我的人应该很多吧？老爹也在许愿。爹，你在许什么愿？我猜一定是发财发财发财吧？哎呀，不是不是，咦，该不会是寂寞了，想找个小妾吧？什么跟什么呀？那到底是什么愿望呢？你在胡想些什么？为父这辈子只求一件事，就是希望你平平安安啊！这样你没病没灾的，为父就很开心了。放心吧，咱爷俩肯定能长命百岁。刘瑾本是一名罪犯，后被赦免，变成了东宫侍奉太监。因为和太子关系不错，后来混得风生水起。别看他只是个小小的太监，在历史上可是个著名的大奸犯。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后，开始为所欲为，发展势力，危害百官，铲除异己，谄媚皇帝，擅权国政，是祸国殃民的大魔头。这太监挺猛吧？不过自从方季帆出现之后，一切好像都不一样了。不好了！快送医！送医！你造的什么孽呀？真是难为他了。这次火药好像放多了，还得再研究研究。下次再换个奴才来弄。我看还是刘瑾吧。可一个人来，这样好吗？刘公公已经有了点火经验，要是换了别人，不一定会伤成什么样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怎么样，疼不疼？还好吗？殿下放心，小的没事儿，好得很，谢殿下关心。那好，继续去点火。哦。
还是不行啊！看来还要再多测试几回才行。还好吗？小的我没问题，继续。小的我坚持不住了，殿下放过我吧！嘿嘿嘿嘿，没想到炸一个大奸宦还挺解压的。还好吗？殿下，我不好，放我走吧！哎，别装了，还有这爬呢，来，继续吧。Ready go！好好考啊，学生一定不辜负日，一定要努力。是。太子押了5万两夺你们银，他让为师给你们带句话：若是你们3个没一个及得上唐寅，便打断你们的腿。放心吧，为师不会给太子殿下机会的。因为为师也押了20万两，渡你们名列前茅。这些你们说了，老子亲自打断你们的腿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是唐建元。要好好考，一定要打败方继藩那3个门生。那群北方人怎么可能考得赢我们南方考霸唐建元？大家都押你赢。哎呦，我也押了10两，拜托了。梅谷，不值得。考试即将开始。马上要开始了，好紧张。题目还没有出来呢，我就抖得不行。平日里恩府给我们做了那么多的练习，应该要对自己有点信心。不论什么题目，我唐伯虎都有信心。我一定要让方继藩知道我的厉害，我要让他向我跪地求饶。是题目出来了。什么？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！简直天助我也！这么刁钻的题目与武界大不相同，一定会难住一大票人。你说定了，方继藩。你说定了，方继藩。哎呦，快看，唐建元出来了！哎，是他，他考完了。唐建元考得怎么样？对啊，考得怎么样？伯虎，怎么样？考得如何？徐经，唐伯虎的好友，也是一名江南才子，也是他带着唐伯虎拜访程敏政，导致唐伯虎被牵连进那场莫须有的科举舞弊案。徐兄，哎呀，快说吧，考得如何？当然是不错啦。古人喜欢谦虚，他们嘴里的不错等于第1名稳了。太好了，这下赢定了，干得漂亮，唐伯虎！这下赚翻了！我要了300两银子，300两啊！感谢上天！真是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呀！外面那些读书人太可恨了。继藩的3个门生明明那么刻苦，那么优秀，却被他们那么轻视。那个唐寅怎么很牛吗？凭什么说他比欧阳志他们强啊？不愧是我爹，还是更相信我，相信我的门生能赢。继藩别怕，爹为了帮你赢钱，我也押了唐寅会赢。哎，按照你平时的流行语来说，爹这波操作不秀吗？爹，你能把我笑死？要等会试结果出来，真难熬啊！那个跟方继藩打赌的考生唐寅，水平如何啊？陛下，臣看过唐寅的文章，非常有才情。会试之前，他闭门谢客，发奋读书，看来有力争上游的戏。看2位大学士的反应，这次会试第1，10有8九就是唐寅了吧？
唉，要是能挫败方继藩的嚣张气焰就好了。另一边，方继藩的3个门生也考完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乡亲们，我们考完了！唐伯虎，多谢大家支持。唐伯虎，唐伯虎必胜！唐伯虎必胜！方继藩没来嘛，恐怕是输不起，不敢来了吧？哎，结果啊，他竟然来了！这家伙他法力咋来了？不怕输得体无完肤吗？恩父，我们是不是走的有点太嚣张了？哪里嚣张？为师天生就是如此性感妖娆。工部成绩，我中了，太好了！我也中了，母亲。我是第8，太棒了！方继藩那小子的门生竟然考了第8，还挺厉害的呀！要想超过唐晋元，这恐怕有点痴人说梦了。说的没错，其他的能力能培养出一个第8名，真是了不起，也算是个可敬的对手。不过想要打败我唐伯虎，别做梦了。恩父，到现在还没有我们的名字，会不会没考上啊？我好慌啊！我感觉是没希望了。我们还是研究研究怎么把腿打折不会太疼的事儿吧。恩父，你说句话吧。都怪学生无用。恩父，看样子方继藩那小子这回彻底惨败了。是最后一张榜了，看看前3名会谁？肯定有唐介元啊，毋庸置疑了。竟然都没上榜，我真没用！再见了，我的双腿！哎，等一下，大家看，怎么会？爆！这有什么？这小子门生竟然会卡在我唐伯虎前面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输了，唐伯虎输了，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拿去赌的钱回到地中年。我竟然是第2名，太不可思议了！第1，我竟然是第1名，怎么可能？这没什么好吃惊的，你们考试的题目不就是在为师出的题海里出现过吗？再加上你们没日没夜的刻苦练习，所以你们配得上这个成绩。只考第8的我，不配恩父的爱，想不透，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败家子，怎么会培养出帮手啊？一定是在做梦。醒醒，这不是梦。你就凭你这家伙，怎么可能做得到？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？想学啊你？我教你啊。记得来找我。他太壮了，好想吸去呀！他太壮了，好想吸去呀！
朕记得王阳明就是你儿子吧？名列第4，真是教子有方啊！王爱卿，陛下谬赞了，臣愧不敢当。唉，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。话说朕多久没做太子了，不能松懈。你与方继藩同在詹事府，也要多与他交流教学经验，一起将太子培育成才呀。臣领旨。这时候，所有人都还不知道，这个未入前3名的王阳明将在后世掀起多大的思潮。他是著名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军事家、教育家，文武双全，万世师表，总之就是大佬中的大佬。不过那都是后话了，现在他还只是个普通的考生。你怎么考个第8？真把魏氏的脸都丢尽了！恩父，轻点儿。方继藩对自己门生的这顿臭骂，真是将天下读书人都骂遍了。我儿回来了，儿啊，你今天可让为父在陛下面前长脸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儿子想认识一下方继藩，麻烦父亲帮忙引荐一下。什么？你怎么考个第8？真把魏氏的脸都丢尽了！恩父，轻点儿。骂得好，真是骂到我心里去了。我早就看这群死读书人不顺眼了，考不中就考不中呗，哭个鸟啊！王阳明自幼绝顶聪明，但从不按常理出牌。读书不是为了科举，而是为了成为一个圣贤的人。老师，您说是吗？哎呦，大哥，在这边都有手。王阳明大婚当天，哼，女人只会影响我修仙的速度。只要遇到感兴趣的事，就算是成婚典礼也会逃掉。这次儿子好不容易正常了一回，考了个进士，偏偏又对那荒唐的败家子产生兴趣，造孽呀！不要招惹那个方继藩，他可是出了名的败家子，成日跟着太子胡闹。他虽教出了几个好门生，可儿子知道了。你知道个鬼啊！看这表情，分明就是要去勾搭方继藩的意思呀！想我王华状元出身，是清流中的清流，是道德上无瑕的典范，怎么样有你这么个败家子？输了，我竟然真的输给了方继藩的门生。我和他的赌约早已传遍京师，难道我堂堂江南第一才子，真的要拜了京城恶少为师？造孽呀！还不如让我死了来的干脆。伯虎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？谁啊？啊，徐兄，你放心，有我徐经在，一定不会坐视你受辱。你看，同我，我真是认识你。徐经不仅代表当朝数10位同乡大佬，更代表了满怀正义感的所有人。我们誓与方继藩恶势力斗争到底，斗争到底。徐兄，你此刻就是我的神灵啊！你就是徐经。徐经涉嫌以重金贿赂主府程敏正，欲得试题，科举舞弊，就地所拿，押往南镇抚司候审。师兄，徐兄向来自负，而且本就有金榜题名的实力，怎么可能买考题？一定是徐兄跟程敏正走得太近，被人弹劾了。等一下，
倘若不是方继藩的通报，我肯定会随徐兄拜访程明正。那我今天也会被锦衣卫带走，不仅前途毁于一旦，甚至株连家族，走向人生最低谷。方继藩竟然成了我的救命恩人！啊！唐伯虎，少爷，唐伯虎来办事了。你终于来了，小堂堂。学生唐寅，拜见恩父。快进来吧，别冻坏了我门生的身子。门生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恩父能帮帮我。说。学生同乡好友徐静遭受不白之冤，深陷科举舞弊案，学生求恩父救他性命。这老小子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呢！我方继藩就算是南河伯子，羽林卫总旗官，尚方宝剑的持有人，也知道什么事是不能碰。唐伯虎，你别得寸进尺，科举舞弊案可是欺君之罪，你想害死我们家少爷吗？徐兄对我恩深义重，学生是外乡人，实在没有门路，只能寄希望于恩父了。哎呀，就冲你这份义气，徐经为师就定。就冲你这份义气，徐经为师就定。少爷，徐经是被锦衣卫押走的。锦衣卫办案，即便是老爷出面也不好干涉，少爷不要冲动啊！我怎么可能去找锦衣卫的麻烦？杨管事，你先站起来说话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分明就是皇帝老子受人蒙蔽，我方继藩是寿官，当然要去陛下面前仗义直言。这科举舞弊案是皇帝御批的案子，锦衣卫都出手了，证据确凿下，徐经唯一的下场就是拉到菜市口一刀两断，甚至还会被抄家。但方继藩却知道，历史上皇帝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，而是命李东阳彻查此事，最终发现这是一场被诬告的冤案。此案已经引起全天下的关注，皇帝为了保住皇家颜面，只能折中对徐经从轻发落，但内心始终难安。这便是方继藩赶来面圣的倚仗。即便是我们三人都不敢揭皇帝的这道伤疤呀，方继藩这家伙居然有如此气魄。方继藩这是要打皇帝的脸呢。微臣见过陛下，吾皇万岁。臣听说这科举舞弊案，方继藩，你知道宫中有多少关于你的弹劾奏书吗 ？First blood。文臣不按套路出牌，我一句话还没说完呢。虽然很难，但方继藩一直很聪明，肯定有办法周旋。陛下，能不能让臣把话说完再秋后算账啊？说皇帝小家子去算旧账，这方继藩更值得有点过分了吧？得帮他说几句好话抢救一下。陛下呀，科举舞弊案还没查到真凭实据，干嘛还要将错就错下去？在臣的心里，陛下乃是圣君，怎么能做这么糊涂的事呢？干得漂亮！现在为他开脱都找不到借口。凑钱为他买口棺材吧，至少勇气可嘉。我的亲家，朕待你不薄，你倒是翅膀硬了，现在敢来指责和质问朕。方继藩，今天朕若不敲打你，他日你岂不是要反了天了？
来人！哎，且慢，还来那套？休想！来人！来人呐！把他给我拉下去！即便是死，臣方继藩也不认同陛下的做法。什么？但在死之前，臣要讲完2件事。这死！陛下乃九五至尊，何必和一个孩子置气呢？不如让他说下去吧。好，我看他能说出个什么。其一，皇太子会经常犯错，惹陛下忧心。但臣一再告诉皇太子，这世上谁都会犯错，只要知错就改，仍然可以做一个好太子。岂敢用朕那不争气的儿子来类比朕？方继藩这段劝解还像那么回事儿，不过普通了些。其二，臣的父亲出征时跟将士们同甘共苦，在朝中也对公务一丝不苟。他努力的将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，没有一天是懈怠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明明病了，也要按时去五军都督府点卯。臣对他的行为很不理解，便问他为什么要拼命到如此地步。不得不说，方景龙除了溺爱儿子之外，几乎无可挑剔。方总旗快说说，令尊是如何回答的呀？臣的父亲说，对天子当然要尽忠，但更重要的是，父亲应该为儿子做表率。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臣的父亲尽力去做一个完人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臣能够效仿他，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人。好了，臣说完了，只能赌一把了，输了就准备皮开肉绽吧，希望别打脸。这是一个皇帝，但更是一个儿子的父亲。如果朕不以身作则，如何告诉皇太子知错能改的道理？皇家的脸面固然重要，可皇太子代表的是未来呀！立即下旨，科举舞弊案纯属子虚乌有，礼部右侍郎程敏正立即恢复原职，贡生徐经也照例恢复其功名。诬告之人，即令立即罢黜，驱逐出京。涉嫌屈打成招的锦衣卫相关人等，严惩不贷。朕不能事先洞察，让朝廷栋梁蒙受不白之冤，是朕的过失。陛下圣明。朕哪里圣明？朕现在不过是亡羊补牢罢了。若不是方亲家提醒，朕险些自误。方亲家，臣在。你的父亲是好父亲，他的事迹令朕深省。你也不错，方家不愧是满门忠烈，很好。陛下，这个所谓的事迹，其实是臣编的啦。好后悔没追捕这厮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为徐经平反的诏书已经传遍京师的每一个角落，锦衣卫即刻放人，不敢怠慢。徐经，我来救你了。得救了！这小子，赶紧给我回家，小特给等急了。得救了！这小子，赶紧给我回家，小特给等急了。皇帝是圣君，在诏书中检讨自己，并不令人意外。唯一意外的是，劝谏的是方继藩。一定不能让儿子知道这件事。而且诏书中指责皇帝昏聩不明的字眼，更是让很多人对方继藩的印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什么？恩师去当真去请命了，而且还斥责天子为昏君，这是何等的胆识啊！恩师，我们出踹你，是在说我？恩师回来了，给我签个名吧，恩师。恩师真的了不起。那是徐兄，恩师不仅把徐兄救了，还让皇帝自我检讨。这辈子我就算住到恩师的门上，就不能心甘情愿了。这下小庞该对我死心塌地了。平时让他随便画点画，
肯定能卖不少钱。养了这么久的门生，终于要回本了。景公子救命之恩，学生万死也难报万一。学生愿拜在恩公门下，侍奉恩公。不成，另请高明吧。什么？一个江辰考了第8，就已经够让我丢人的了。你的水平，我的徒孙都不够。学生出身名门，吴承徐氏，名噪一时，声名远播，家祖和家父都曾是江南大儒。你祖父与你父亲与你何干？学生家中藏有大批天文、地理、游记之类的著作，学生自幼便将其牢记于心。天文、地理、经史、古籍，学生无一不知。差点把这茬事给忘了。徐经的曾孙子是徐霞客呀，那家伙可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地理学家。天文地理能当饭吃吗？恩师是个心软的人，徐兄别灰心，拜师的事我可以帮你想办法。方继范，我一定要拜你为师。皇帝让我去给太子陪读，太子都天天请病假偷懒，我还记这个蠢人。宅在家里的感觉就是爽啊！那我就得当个咸鱼吧。陛下口谕，闲杂人等一律回避。不至于吧？我只是装病旷工，就传到皇帝耳朵里了。方总旗，公主殿下出门复诊，却不见方总旗当值，所以这才冒昧假传谕旨，特地登门前来求医。啊，传谕旨？这小妮子挺会玩呀。这脉搏有些快啊。不过跟病没关系，你不要紧张。方总旗总是喜欢吓唬人，只是本宫有一句良言相劝，不知方总旗肯不肯听？哦，还请赐教。本宫听皇兄说起，方总旗与人打赌，逼迫读书人拜你为师，方总旗怎能乘人之危羞辱读书人呢？太子这个坑货，我的形象算是全毁了。方总旗要爱惜自己名声，做个至诚君。请恩公不贤，收学生为弟子。什么人？呼叫！恩公，小生徐经久仰恩公大名，对恩公高山仰止，奉为楷模。恩公若是不收小生，小生就自这里跳下去。你这家伙搞什么鬼啊！恩师，徐兄想要拜入恩师门下，是发自肺腑，就请恩师松松口，收下他吧。恩师，徐经人品贵重，恳请恩师将他收入门墙吧。徐经，你小子敢跟本少爷玩套？你跳啊！不跳是孙子！想用这个法子入我的门墙，门儿都没有。情况有变，斩首撤退。冷静克制，别做傻事。徐兄别跳，别跳，再想其他法子，想其他法子。好吧，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终于。我去，古人难道都这么玩的吗？太实在了吧！快走！竟然有读书人死也要拜方继帆为师，方继帆有此等名望，我将对他说教啊！笑死个人了！昨日我那该死的门生惊扰了公主殿下的复诊，方继帆特来赔罪。方总旗原来已经收纳读书人做门生了呀？是啊，总不能让他再跳一次吧？我聪明是镜头啊，做个也真躲不掉，陪你把娘当姐跳。哦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方总旗不要失了礼节，还是尽快给殿下复诊吧。心脏症？什么？宫里的一切感觉都比外面好，山美、水美、人更美，尤其是公主殿下。什么？方继帆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调戏公主殿下！这个我是更年期的灭绝师太嘛，随便说句话也。此事关系殿下的清誉，我要去禀明皇后娘娘。刘嬷嬷，您消消气。他有脑疾，别跟他计较。要是向母后告状，方总旗怕是要受罚。
老奴是为了殿下好，殿下怎么能把老奴当成在娘娘面前告状的人？老奴不如死了干净。这么多人都那么爱吹短剑啊！来，刘嬷嬷，耳朵凑过来和你说。啊？你不要嘚瑟哦。宦官郑秋偷了宫里的东西拿出去卖，想必没少给你好处吧？看来我猜的没错。前世读史书得知，皇后寝宫曾屡屡失窃，最终查到宦官郑秋，而牵扯其中的就有刘嬷嬷。这小子怎么会知道啊？咱们不如一起去皇后娘娘那儿告状，看看她到底会治谁的罪。方总旗依着人心，洒脱率真，是老奴无礼了，请方总旗勿怪。方季帆竟然让刘嬷嬷服软了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方季帆竟然让刘嬷嬷服软了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个男人总是充满着不可思议，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耶，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？殿下竟然没请病假。老兄，借我点钱好不好？我想买点好吃的。你在逗我吗？天下都是你家的，你向我借钱？父皇给的零花钱本来就少得可怜，今年的冬天又特别长，蔬果减少，价格暴涨，现在就连糖葫芦都涨了10倍不止啊！历史上这次长达半年的寒流，让北方很多地方颗粒不少，大量百姓沦为凌辱。难道？好了，我们要发财了！什么？我们要发财了？我有一个法子，能让冬天种出西瓜来。不过我得先找块地做实验田，好好研究一下。嗨，这个好说，我待会儿就让刘瑾去把后花园的花花草草全给拔了。殿下，后花园里种的都是天下各处上贡上来的奇珍，奴才不敢毁坏呀。说的也是啊。刘半半还是比较适合为烟花点火。老方，你多久没研制烟花了？殿下，小的最适合拔草了，小的号称花草终结者，草荠精。采集水果重要的是温度和阳光，盖一片暖房用无烟煤烧热，温度不成问题。不过这阳光需要有透光性特别好的东西做房顶才可以。嗨，这叫事儿吗？本宫一会儿让人把琉璃窗拆了给你用。使不得呀，爹儿呀！太子为中瓜所做的付出，小弟佩服。方季帆一门武功生，别人家的孩子真让人羡慕啊！朕是多久没关爱太子了呀？去看看我儿有没有好好读书。陛下，保重龙体啊！陛下，肉走，朕外，快去把太子给我找来。是。这个败家子儿，我今天就拿你练练鞭法。父皇，我在种瓜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我不是漫天风雪，朕差点就信了他的鬼话。种瓜，朕看你像个傻瓜。虽然胡闹了些，但种瓜也是务农啊。国朝以农为本，太子难得有这份心。罢了，走，带朕去看看吧。最重要的就是温度和阳光。
我们有无烟煤，温度不成问题。且慢，这养在后院10几年的花圃呢？当然是拔了呀，儿臣要搭建棚子才能种瓜呀。虽然拔的时候费了点功夫，不过这对儿臣来说不算什么。那上面盖的可是价值不菲的琉璃。父皇好眼力，我的瓜苗需要足够的阳光，当然要选透光最好的琉璃啦。皇儿如此大费周章的种瓜，是为了什么呀？当然是挣钱呐！种出了瓜，你就发财了嘛。来人，把这败家子儿给朕吊起来！父皇，这是为何？少废话，尝尝老子的鞭法吧！也不知道太子这边弄得怎么样。父皇，真的是方锦帆说种瓜。哎呦，不信你问他吧。别打，方锦帆真来了。方爱卿还真来了，中枪考上了，今天死定了。陛下，确实是臣让殿下一起种瓜的，这叫大棚，是一种特别的种植之法。方锦帆的本事，父皇是见过的。他说能种出瓜来，肯定能种出来。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住口！逆子，糊弄朕也就罢了，还让方锦帆来为你圆谎。来吧，抽死我！活着没劲。有劲有劲！父皇，轻点！真是对不住了，殿下。你轻点啊，老方！太子殿下，要不就去找陛下认个错吧。认错？不可能！父皇不相信本宫能种出瓜，本宫偏要种出来给他看看。怎么？西瓜不一定能种出来？这些都是西瓜的试验田。所谓试验田，意思就是有可能能种出瓜，也有可能种不出。哎呀，一定要种出来呀！这一顿打不能白挨呀！我现在浑身还疼呢，这口恶气一定要出啊！殿下小心伤着了瓜苗。绝不能伤了本宫挚爱的小瓜苗，本宫要给小瓜苗最好的呵护。以后本宫就在暖棚里睡，亲自照顾你们。本宫还要给你们取名字，这株叫征东大将军，这株叫冠军侯，这个叫……街头有点魔怔，我还是先战术撤退一步吧。老方，哎呀，老方，是本宫，瓜熟了，我们来尝尝鲜。还请殿下下次不要这样出现在我的床前，答应我。本宫这次是偷溜出宫的，你家下人又死活不给开门，我就只能翻墙了。能种出瓜来，你功劳第一，本宫自然不好独享，特意跑来跟你一起尝尝。能种出瓜来，你功劳第一，本宫自然不好独享，特意跑来跟你一起尝尝。这种特有的甘甜弥漫着味蕾，虽然没有消暑的快感，却别有一番风味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一共结了30个瓜，给母后、皇祖母一人一个，不给父皇，得高价卖给他。既然瓜种出来，卖就好办。我们要最大限度的打响名气，来年才可以发大财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卖瓜场所。第二天，大臣们纷纷退朝，准备从皇宫东华门出，各自回府时，陛下实在是太勤政了，我连早饭都没吃呢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饿，我也饿。卖瓜喽！新的西瓜不甜不要钱。王朝禁地，天子宫前，竟敢如此喧哗！当这里是你家后院吗？罚钱！怎么着？有砸场子的？这是太子在叫卖，卖的还是西瓜。哎，殿下，刀收起来呀，做生意呢，和气生财呀。要不，世伯尝尝这个瓜怎么样？您试试，
不要你这方继藩，真的是西瓜呀！还不要钱？要知道我们就不客气了。看他俩那贪便宜的狗样，好想斩立决呀！好吃啊！好久没吃这么美味的食物了。敢问这瓜怎么卖呀？10两银子一个，童叟无欺，谢绝还价。这个嘛，10两银子，10两银子都够寻常百姓生活2年了。这波赚大了，我觉得我嘴里的瓜更甜了。诸位有所不知，这西瓜乃是西山刚种出来的。西山可是天才地宝之地，能生出五言梅，也能生出奇珍异果。西山是洞天福地，那可是我们家的地呀。所以这瓜吸收了西山的土地精华，不但香甜，还有强身、养肾、驻颜的奇异功效。你们看看，把他们都吃感动了。西山啊！就算这西瓜的功效堪比100年老参，但是卖瓜是低贱的商贾行为。殿下乃国家储君，怎么能做这样的事？本宫非也非也。殿下看西山流民可怜，这才自降身价来此卖瓜。我宣布，今天卖瓜的银两全部发放给西山的流民。臣来一个试试，臣要支持殿下的仁德。臣也来一个，养不养肾的不重要，臣就想为西山的流民出一份力。呀嘞，我方继藩还搞不定你们。西山的流民本来就是我养的，卖瓜的银子发给西山流民，就是左手倒腾右手的事。全是关于流民四起的奏书，百姓若食不果腹，可是要出大乱子的。是，下官有喜要报。有何喜？报来吧。谢公请看，这是西山地里新结出来的西瓜，方继藩和太子种的。冬日竟能种蔬果，快去把刘公、李公请来。这是货真价实的西瓜，甚为甘美。听闻陛下曾因太子种瓜大发雷霆，今日竟真种出来了。倘若能种出其他东西，此事已关乎社稷，必须马上面圣。今年的冬天太长了，土地荒芜，粮食减产，不知道会饿死多少可怜的百姓。陛下，陛下，太子殿下和方继藩可是在詹师府里种瓜。詹师府种瓜的丑事已经传出去了，这逆子把朕的话当耳旁风，看朕接下来怎么收拾他。陛下，可是瓜已经种出来了，而且臣等已经尝过，甚为甘美。亲家是在说笑吗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有法不成？臣等不敢妄断，但冬日若能实现种植，受冬雪之苦的百姓可就有救了呀！什么？立即召太子与方继藩觐见，要快！瓜呢？取来，给朕看看。瓜是儿臣花费无数心血种出来的，父皇给个3000两银子，儿臣一定将瓜奉上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呀，父皇若还想吊打儿臣一顿，儿臣甘愿领受。反正儿臣在父皇眼中从来就是这么不成器。这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打皇帝的脸啊！殿下这边如果玩脱了，我俩可就死定了。好，拿瓜去吧，3000两宝钞朕给你。刘半半已经在外面等候了，父皇命人取来便是。这个小子，
当真种出来了。不过太子哪里知道种瓜，还是方继藩种出来的吧？陛下，臣只是提供了一个反季蔬果的种植方法，而太子殿下为了照料这些瓜，废寝忘食，茶饭不思，才有此收获。这种植之法可以推而广之吗？种瓜对太子来说只是游戏，而对皇帝和内阁大佬来说，却是关乎民生的大事。可以。除了种瓜，还能种什么？陛下能想到的，大抵都可以种植，不过还需在西山营建试验田先行试种。陛下能想到的，大抵都可以种植，不过还需在西山营建试验田先行试种。方继藩对国家做出了贡献，升任羽林卫百户官，设立西山屯田百户所，专管屯田之事。臣遵旨。这是直接让我把皇帝保镖拉去种田啊！陛下对这暖棚种菜也太重视。继藩呐，从今天起，你除了去给太子陪读，也要好好的屯田。倘若真的能把反季种植之法推而广之，朕还有后赐。等一下，能种出这种瓜也有儿臣的功劳，不如就交给詹师傅来办吧。就没有你不爱凑的热闹。你留下，其他人可以退下了。这是要一路升官发财的节奏啊！我得先去认识一下我的新部下。公园百户，我去，这身高，这气质，都有点超越我了呀！这不行。很好，但屯田就该有屯田的样子。这才是屯田军该有的气质。你这气质还差点。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小人敢问方百户，这是什么？放屁！就算是谁又如何？我们屯田军就是不怕脏不怕累。方继藩，你又皮痒了吗？莫非是？今天老夫不削死你，老夫就不姓张。随意公公，给我拦住他！给我闪开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屯田之事，臣怕是办不好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臣的意思是，臣认为英国公幼子张信精明强干，若是有他协助，一定能圆满完成屯田任务。你竟然！老臣见过陛下，臣已按陛下旨意去太庙祭祀，特来复命。亲家，你来的正好。即日起，令子张信入羽林卫屯田百户所，升任副百户。陛下，犬子从精武卫调到羽林卫，职位上倒也差不多，但这副百户分明是贬官了呀！难道犬子是犯了什么错不成？那倒没有，是屯田所方百户看中令子的才华，推荐了令子。师伯，请放心，小人一定会好生照顾张信大兄弟的。后悔没掐死方继藩这个祸害。西山屯田百户所要做什么？你们都清楚了吗？还请百户大人指教。卑下等人只知屯田，却不知种地都不会，用锄头把地翻一翻会不会啊？接下来的事以后再说。方继藩敢打英国公最宠的小儿子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谁敢偷懒，本官不但要打人，还要将人吊在树上打。我爱屯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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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听你的。方百户，
方百户，方百户，你哪位啊？我张信啊。方百户，暖棚都已经搭好了。另外，谢谢方百户给我这次屯田的机会。都晒成无烟煤了还信我？脑子让我打傻了不是？我之前的人生就是挨揍、骑马和读书，直到来到西山，我终于知道我更喜欢耕种。我喜欢思考如何让暖棚阳光更好，我喜欢思考如何让西瓜更大更甜。方百户，你让我明白，原来人生的意义都只是我爹说的那样。这是一个被暴力老弟耽误的农业小能手啊！只不过这么好的暖棚却只能种蔬果，如果能种粮食就好了。是啊，但是这个年代粮食普遍成本高，产量低，如果能有2种就好了。方百户大人，这是西山矿上的账目，大人要不要看一眼？账目上的事我什么时候管过啊？去找我府上的杨管事。好，不过还有一事。由于胡商闻百户大人有病在身，特来献上昔日万年老参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不过西域会产人参，糊弄谁了？很好，让他来吧。大明的丝绸和瓷器驰名世界，胡商若用海船将其走私到国外，便是一本万利的买卖。这个 China 非常 good。这买卖虽然暴利，但风险极大。这次胡商的商船就被天津卫海陆巡检查扣了。胡商心急如焚，上岸想尽办法打通关节。胡商人生地不熟，又没有正经门路，多方打听才知道，南河伯子方继藩对商贾很友善，这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了。竟然想买通我，让我爹徇私枉法。我方继藩像个会坑爹的人吗？大人，胡商到了，让他进来吧。费斯尔伊本阿卜杜勒见过。对，名字太长我记不住，就叫你小费了。咱别废话，直接把你要送的东西拿出来吧。方百户大人果然爽快，这是专门从西域带来的御寒毛毯，是万中无一的良品啊！这烂大街的破玩意儿好意思当宝？这是西域特产的夜明珠，晶莹剔透，是万中无一的珍品。玻璃球当夜明珠，忽悠鬼呢！你再来的晚点，我西山玻璃窑炉都快造出来了。玻璃球当夜明珠，忽悠鬼呢！你再来的晚点，我西山玻璃窑炉都快造出来了。这是西域特产的人参。把番薯当人参，这小子还真当我是番薯。这人参功效极强，成长晚年，是小的用300两黄金求购而得，是万中无一的至宝啊！番薯原产地在美洲，竟然兜兜转转到了胡商的手中。这番薯虽然不是稀罕，却是能够当主粮的。重要的是，番薯种植容易，亩产量却是现有作物的10几倍。在这个时代，番薯可谓是能让数千万人活命的神器呀！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呀！有这份力，别说是徇私，让我把詹氏府点了我都乐意呀！方百户，那我的货船是不是可以帮忙通融一下？这个好说，我这就给我爹写封家书，言明此事。太好了，我的身家老本终于有救了。至于事情能不能办成，这就不好说了。我爹可是个超正派的人。张信，来，我给你看看我的大宝贝。这是我亲自培育的番薯育苗，你给我好生培植。如果能种植成功，可每亩产量30担。哇！谢恩公信赖，我一定不辱使命。张信呐，百姓的未来就交给你了。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，番薯在张信的努力下成功收获。
天知道这个时代的番薯是什么品种，也吃出事来才好啊。话说我这些门生终于派上用场。来，这是为师亲自为你们熬的粥，快来尝尝。第一次见恩师这么和善，看来活不过今天了。我突然想起为恩师绘制了西山的鱼图，我这就去取。你飞得先走一步了。多谢恩师赐粥。这太好吃了！哎，你们怎么都不动筷子？恩师，你也吃。为师吃过了。小唐啊，你多吃一点。看样子番薯吃不死人，这样我心里就有底了。这东西好像真的能吃，难道是我想多了？恩师，地图来也。哎，许静，据你这些天的勘探，西山这片地大约能有多少田地可以耕种？西山地势寻常，而且山多盐，即便花费大量人力开垦，能耕种的土地也寥寥无几。我记得冬日之后，很快就会有一场大旱，但西山的地即便全种上番薯，对天下饥荒也于事无补。况且这个时代的农民都比较保守，绝对不会接受番薯的推广。难道我只能去买地了吗？但这土地是许多人的根本，可不是有银子就能买来。当初那可是故意当冤大头才买下的西山。哎，只能试着找皇后娘娘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从这俩活宝手里捞点地出来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也不看是谁家的地，你也敢抢！撞枪口上啊！就为了抢一块地打伤周家人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你们打伤的可是太皇太后的亲外甥。太皇太后？难道是那个历经三朝天子，连皇帝都要敬畏三分的大魔王？如果不是张皇后保证，这俩活宝真不知道死多少次。现在更是惹了连张皇后都惹不起的人。姐姐饶命啊！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滚！这事儿绝对不能瞎掺和，我还是撤吧。季帆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你向来是有主意的人，能不能为本宫想想办法，救一下本宫那俩不争气的兄弟？怎么救啊？拿头去救啊！太皇太后捏捏手就能将皇家灰飞烟灭，这家兄弟本来就理亏，就算皇帝老子来了，也拿这事没办法。哎，抱歉，是本宫病急乱投医了，都是本宫不好，对他们一再纵容，才惹上这么大的麻烦。娘娘，这张家兄弟胆大包天，臣被打也就罢了，他们挑战的可是娘娘的权威呀！哀家一贯不喜欢干涉俗事，但张家兄弟不懂规矩，是该敲打敲打了。禀娘娘，坤宁宫那儿，皇后娘娘狠狠地训斥了张家兄弟一通。哦，张皇后竟然舍得训斥他那俩宝贝兄弟，看来有心要平息此事。不过这还不够，此事事关周家颜面，不能轻易姑息。找人弹劾张家兄弟吧，记得多上几分奏疏。这样太皇太后亲自开了口，就算是陛下也不敢怠慢。张家兄弟这次死定了。南河伯子方继藩也在张皇后那儿说张家兄弟患有脑疾，这才胡乱打人。脑疾？不可能啊，他们健康的很。两位国舅脸色不好，按臣的经验来看，就是脑疾。好一个有脑疾，摆明了就是找个推脱打人责任的借口。我跟他们拼了，找家丁把张家宅邸砸个稀巴烂。此事就此作罢。活了这么久，还不懂人情世故吗？他们是用脑疾说给我们一个台阶下，咱们要是跟有脑疾的混账计较，不就失了脸面吗？其实
太皇太后要的就是一个挽回颜面的理由。太皇太后年纪大了，生怕自己去世后自己人遭殃，故而少结仇才是正道。太皇太后要的就是一个挽回颜面的理由。太皇太后年纪大了，生怕自己去世后自己人遭殃，故而少结仇才是正道。这方季帆很有意思呀，今日竟能化解一场死斗，倒是让人刮目相看。来人，小的在。太子身边的人还是要摸清底细才好，让他来为哀家祝寿吧。哀家想知道这方季帆到底是个怎样的人。哎呦，殿下今天好用功啊！皇祖母的寿辰快到了，皇祖母特别推崇道学，我想手抄道经送给皇祖母当寿礼。殿下竟然能有这份小心，太皇太后知道了一定会很欣慰。哎，对了，老方，你可以帮我抄吗？皇祖母眼花的厉害，自己看不出来。这次的消息是不是给我抄了？让我抄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这都是从哪里找来的经注？要么是业余人士写的，要么是亡国之君写的，也太晦气了啊！还有这讲究啊？那你帮本宫学门最好的呗。这个朝代最牛的经注，应该是魏大有写的版本《道德真经集义》里。你算是找对人了，我前世可是对那本经注倒背如流啊。哀家收藏了各家道德经，经注足有上百个版本，从未听说过此版本的经注。赵儿是如何抄的？老方选的这经注的内容，难道有问题？方季帆默写的经注出自最杰出的道人魏大有，内容上没问题，只不过这个时代传播速度太慢，此时此刻他的版本还没有流传开来。禀娘娘，奴婢觉得这所抄的经并非是太子殿下的笔记，恐怕有离经叛道的人误导太子。离经叛道？老方这是抄错经注了吧？赵儿，告诉哀家，这经注是谁抄的？是那个是刘瑾。奴婢是宫里的人，怎会不知道这宫中的规矩？奴婢没有带殿下抄写啊，奴婢冤枉。赵儿跟方季帆走得特别近，赵儿就算是撒谎也想保下的人，难道是方季帆？哀家对方季帆并无成见，但他亵渎经典，误导太子，此事哀家就不得不管了。将这邪经交给龙泉观普济真人亲自核验，指出离经叛道之处，好给宫中上下一个交代。通知陛下，这次哀家要严惩不贷。老方，这次本宫也自身难保，帮不了你了。我都跪了4个时辰了，腿没知觉了，父皇也该消气了吧？殿下，陛下有口谕。不用跪了。陛下说让你挪到那儿太阳大的地方跪着。哦。赵儿还年幼，怎能经得住这般折腾？皇帝应该多关照一下赵儿身边的人才是。方季帆是有不对的地方，孙臣已经打算好好教训他了。他毕竟年轻，时刻敲打一下，自然也就晓得是非了。话虽如此，
可是哀家昨日受了这个惊吓，是一宿没睡呀。哀家不是要打要杀的人，其他的都好说，哀家唯独不敢将其留在京里和太子厮混。哎呀，皇祖母这是要把老方逐出京城啊！这下玩大了。孙臣万死，令祖母不安。可是秀容的病还需要让方继藩复诊。难道全天下只有方继藩一人能治脑疾不成？娘娘，普济真人请见。来得正好，皇帝，哀家不是不讲理的人。这方继藩如何离京叛道，就让普济真人亲自向皇帝禀奏吧。先帝偏爱道术炼丹，于是有很多人投其所好，甚至到了借机乱政的地步。而普济真人谨守道心，闭关研习道经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。先帝驾崩后，那些丹术道人大都被驱逐，只有普济真人扶摇直上，成为北方道经的权威，将那些离经叛道的残余势力一网打尽。故而此人地位之高，一句话就能决定方继藩的命运。普济真人到。太皇太后娘娘，方继藩好歹也是朝廷命官，竟然要因道人之言断送了前程。此经注堪称道家圣典，可传世千年。容贫道唐突，娘娘可否能让贫道拜见一下此经的作者？什么？老方他，方继藩这家伙还修道术，真人是否对方继藩过誉了？回禀娘娘，贫道没有资格对此人评鉴。受普济真人点拨，茅塞顿开，平生只愿再见真人一面，劳烦道长通禀一声。师尊一直闭关修行，已经很多年不见外客了。王居士，请回吧。喂，小道士，我方继藩。原来是方居士啊！师尊已经恭候多时了，这边请。什么？普济真人竟然就这么接见了方继藩？这到底什么情况？你能写出这么厉害的经注，怎么说也得是位得道高人。这怎么会是个没有半分修道样子的少年郎啊？这家伙不会是骗子吧？清静无为，何解？这老道士在考我呀！
如果在这里露出马脚，传到太皇太后耳朵里，就死定了。要不瞎扯一下？不行不行，这老道士读了一辈子道经了，不可能蒙混过去。要是说错了更麻烦。哎，算了，不知道。方居士没有学过道学吗？没有，从来就没读懂过。高士啊，道友深藏不露，不正是清净无为吗？这样也行。道德经博大精深，岂是我辈能读懂的？道友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不遮不掩，不做作，回答诚恳，这才是清净无为的含义啊！这道德真经集义是从何得来？我是因为得到过一位高人指点，大约5年前吧。一个老道士说我骨骼清奇，非要收我为徒，教我道学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学了点。哦，不知这位真人是谁？我好像听他说过，他自称是威大有。师尊还活着？威大有竟然是遇到出大事，他不会戳穿我吧？其实这龙泉观是威大有所创，后来威大有将俗事丢给了弟子，自己云游四海，才有了之后流芳百世的道德真经集义。玉道纯是被威大有收养的孤儿，所以对于玉道纯而言，威大有既是师又是父。师尊自40年前突然下山，便再无音讯，万万没想到还能有如此机遇呀！还好威大有已经失联了40年，不然他拿着《道德真经集义》原版来打假，可就尴尬了。这些年来，贫道无一日不谨遵师尊教诲，要遵守道心，广耀师门。早知道威大有是于道纯的恩师，就不拿威大有来说事了。师尊走时，可和你说了什么？那位道人说我有慧根，是千年难出的英才。他还说有好几个弟子，但他是方外之人，只能将俗事丢给了几个弟子。师尊能寻觅你这等聪慧的弟子，一定甚是欣慰。师弟，你是有缘人呐！师弟既然被师尊如此看重，不如也入道门，一同修行吧。叫我当道士，你救我吧！我龙泉观一脉在北方弘道已有100年，历经大道朝天4辈，大为大有1人，道2人，朝39人，天100多人。师弟既是师尊的弟子，做我师弟，在这龙泉观中便是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只是幸运得到威道尊的一点指点而已，这道士是万万不能做的，让我爹知道非打死我。哎呀，方道友有所不知啊，我龙泉观一脉出自龙虎山正一道，不敬荤腥也是能娶妻生子的。我是南河伯子，还兼着官身，怎么可能在道观天天休息？师弟，正一道历来没什么约束，上山下山都是修行。师弟，你天生慧根，注定与道门缘分不浅，怎能拒绝呢？正一道历来没什么约束，上山下山都是修行。师弟，你天生慧根，注定与道门缘分不浅，怎能拒绝呢？我在城中还有一些俗事，告辞了。一个少年郎能有如此灵根，却比龙泉灌如蛇蝎。哎呀，师尊啊，师尊，
难道这就是命数吗？说来惭愧，恩师行事向来难以捉摸。王兄若想结交恩师，在下也爱莫能助。方继帆果然深藏不露啊，该怎么接近他才好呢？快撤快撤！再不跑我就变成道士了！去，怎么多了一只？学生王阳明见过方公子，学生有些疑问，还请方公子赐教。不教。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教你，你爹文化不卡死我才怪！你自己琢磨个20年，不就成为大佬了吗？还敢要钱？租子交了吗？别忘了，这里可是龙泉观的地头啊！什么？这里距离龙泉观都好几里了吧？竟然还是龙泉观的地盘？龙泉观的道人真是无德呀！哎呀，可不是嘛！今年雪灾连着大旱，龙泉观又不肯减租，这不是让人走投无路吗？拿来吧你！老板娘，哎，我问你几句话。公子有什么想问的？奴家一定知无不言。这龙泉观到底有多少田产？人家都说，龙泉观有良田万顷，在这京城附近，除了一些王侯的庄田外，就属各家寺庙和道观的地最多了。当初为了推广番薯种植，我让几个门生几乎跑遍了所有名门贵族，成效甚微。没想到龙泉观竟然有这么多田产，如果这些地里都能种上番薯，这得让多少人活命啊！公子有所不知，龙泉观每年都会做很多法事，还会收到更多田产。正一道没有戒律，有些道人仗着自己有道牒，私置田产，外面养着3妻4妾，还要欺辱奴家这般可怜人。岂有此理！龙泉观斋堂里的道人，也个个狗眼看人低。算秀才，假道人，那里的斋饭都要每人1两，贵的要死。或是嫌弃了一句，就被骂作酸秀才。很好，你们跟我回龙泉观。师弟，师弟，这一次可不放你走喽！今天的收成也不错，不过就是那几个酸秀才太讨厌了。方家大门踹！哎呦，我疼啊！刚才就是你妈的小唐。哟呵，敢在龙泉观找茬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这黑店饭菜难吃又贵，来啊！把这斋堂给本少爷拆了！你们疯了吗？这龙泉观据说跟太皇太后都有些关系，方公子好过分，好大胆！不过我喜欢。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住手！能让我再装会儿吗？岂有此理！来人，将他们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统统拿下！贫道今日要替天行道。道观会如此腐败，王天宝能够肆无忌惮的敛财，也正是因为这位首席大弟子。且慢！你算什么东西，在这吆五喝六的？我是普济真人的师弟，算是你师叔，见了师叔不下跪，想死啊？什么？我刚才确实听说师尊新认了个师弟，竟然是这家伙！弟子张朝仙拜见师叔。在这个时代，道家辈分大于天。张朝仙若见到自己师叔不行礼，就是欺师灭祖的罪过。
自然也无法再跟方继帆讲理。不是吧？没想到在道观为所欲为的师兄也有今天。至于你王天宝，身为本门第4代弟子，对我大不敬，直接开除，去扫地吧。全凭师叔做主。至于这执掌斋堂的仁兄，就他了。从今天起，就让他执掌斋堂吧。叫师叔收回成命啊！龙泉观里没人敢忤逆大师兄，你让小道来执掌斋堂，真是要了小道的命啊！小李，这些年你甘心吗？你跟那张朝仙是平辈，凭什么他能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却总是过着苦日子？你难道不想反抗吗？现在有师叔为你撑腰，你怕什么？干掉张朝仙，你就是这龙泉观的王。龙泉观的王，大唐朝鲜霸权主义，张朝鲜，我来了！方公子，你知道他根本不行的吧？哼，方公子，你知道他根本不行的吧？不错，这李朝文估计都不够张朝鲜一个手打的。那你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？今天本少爷心情好，就讲给你听听。龙泉观风评极差，但普济真人从不问俗事，所以我打砸斋堂，就是为了引出真正的坏蛋头子。引出张朝鲜，一切就好办了。我可以仗着辈分让他颜面扫地，然后挑战他的权威，强迫他接受李朝文来执掌斋堂。说到底，他只是我的一枚棋子，我只有靠他才能真正进入龙泉观这场棋局之中，心里有对万物的认知，然后放手去实践行动，这便是知行合一。知行合一，知行合一，我悟了。知行合一其实是王阳明中年以后提出的著名理论，也是阳明心学的核心。不过方公子做了这么多，应该不仅是为了弘扬正义，而是为了得到一些实际的好处吧？不愧是未来的圣人，抓住了我做事的关键。怎么会？我当然是为了天下苍生。方公子，敢问1秒不忠，能死乎？好吧，好吧，我就是想要龙泉观的万顷良田，与其让这样的败类敛财，还不如让我来。你也想敛财？啊？我像缺钱的人吗？我是要屯田，良田就得种上2种，才不会闹饥荒。方公子看似荒唐胡闹，却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啊！长达半年的雪灾刚过，紧接着就是延续了几个月的旱灾，土地颗粒无收，恶殍遍地，民间流言四起，冲突愈演愈烈，甚至会有人暗中袭击官兵泄愤。但方继帆却从史书上知道，6月17日那天会有一场及时雨，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。这鬼天气，是想热死本宫吗？殿下，不如我们祈雨吧。我有个师侄很专业的。老方，父皇最讨厌鬼神之说，我会被父皇吊起来打的。殿下，这是为陛下分忧啊！这雨求来了，殿下是大功一件，就算求不来，咱们把那些杂毛道士宰了，立马入宫请罪。陛下看在孝心的份上，也不会揍殿下呀。这稳赚不赔啊！快跟我说说怎么弄。师叔，你害死我了！啊！我刚回去就被大师兄给揍了，而且他们还栽赃嫁祸我偷东西，要将我革除道籍。来得正好，殿下，这就是我说的师侄李朝文，他可是祈雨的好手啊。想不被革职就乖乖听话，你只管装装样子，剩下的我来。
殿下只管让人在詹事府筑好祭台，我以人格担保，一定能祈下雨来。哦，呵呵，祈雨就是个骗人的把戏。这李朝文真是狗急跳墙啊！多给道路司点钱，等李朝文失败了，立马革职。老方，这天儿真能下雨吗？你不会是在忽悠本宫吧？会的，我们要相信李世职，人家连命都搭进去了。救命！我恐高。当然，方继帆只记得大致的时辰，也就是说，坑死李朝文的几率还是蛮高的。这也太胡闹了！王华怎么还没通知到陛下？殿下，人都到的差不多了，该你展示爱民如子，让陛下刮目相看的时候了。苍天呐！哦，连续2个多月颗粒无收，灾情严重至此，本宫身为太子，上不能为父皇分忧，下无法体恤百姓。今日起不来雨，本宫不如死了干净。殿下信过了哈。若本宫已死，且苍天可换来老天下来好雨。今日本宫便是死了，来看看。哎呦，殿下，万万不可呀！殿下乃是储君，不能死啊！场面有点失控啊！陛下，寻常百姓祈雨也就罢了，但太子身为储君，若是起不来雨，岂不是说明朝廷失德，降下天罚吗？胡闹！马上召太子入宫，不得有误！要下雨了！哼，这享晴博日的，我看那小子能怎么求雨？李朝文想借祈雨来蒙蔽圣上，实属龙泉观的害处，还望王主事能将他绳之以法。哼哼，你完了，李朝文！啊！是我完了呀！张朝仙，那祭台上呼风唤雨的道人，就是你口中的龙泉观害虫吧？王主事，请听我解释。我看你才像那个害虫啊！给我押回道路司候审！我做的一切都是为龙泉观着想，王主事饶命啊！王主事，王主事！李朝文因祈雨有功，皇帝立马敕封为真人，赐号护法。李朝文因祈雨有功，皇帝立马敕封为真人，赐号护法。儿臣参见父皇。方亲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真有人能呼风唤雨？陛下说笑了，祈雨不过是骗人的把戏，但这种鬼神之事，百姓却深信不疑。太子和臣祈雨并非装神弄鬼，而是要让百姓知道，上天其实是眷顾朝廷的。亲家的处置最为妥当，可是你怎么知道今天会下雨？那个，臣在幼时得到过那道人指点，会一点观天象之术。小朋友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万中无一的修道奇才，维护世界的和平就靠你了。才知道今日极有可能下雨。那今日若是无雨呢？那道士求不来雨，自然把他绑了，宰了祭天。啊哈！臣也是为了安抚百姓。要是真下不来雨，那臣可以说这一切都是臣脑疾病发的缘故。看
看看纪范，再看看你说的那是人话吗？纪范呐，想不到你连天象都懂，臣真想知道你还有什么本事。嘿嘿，臣还能让一亩旱地收粮20担。此时的亩产大约2担左右，这意味着方继藩能让现在粮食亩产翻10倍。什么？亩产真能20担？那我就把头拧下来，给他当蹴鞠踢。方亲家真是有趣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或许就没有鸡鸣了吧？那一天不会太远的。来，按照师叔之命，把龙泉观所有良田种满这个。遵命。启奏陛下，西山屯田所称已实现亩产粮30担，是常规亩产的15倍。这么多，方继藩这小子肯定谎报产量了吧？这小子在圣上面前说谎，这不是活腻歪了吗？这要是我儿子方继藩，我得给打成元继藩。不仅如此，西山屯田所还征用龙泉观良田改种新作物，惹得农户怨声载道。就算不是我儿子，这回我也必须把他打残，为民除害。此次强推新作物的主力是副百户张信，这是御史们收集的弹劾证据。张信，那不是我儿子吗？整半天搁这弹劾我儿子呢！方继藩这损小子，自己作死也就罢了，还拉我儿子下水，给我气吐了。没办法，也只能如此了。陛下，臣以为这其中必有蹊跷，臣请命去核验此事，若有虚报，一定严肃处理。准奏。杨达，这里有株番薯长残了，需要加些水肥。哦，好。我看是你长残了吧，我的好大儿。父亲您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来祝贺我们番薯丰收的？番薯丰收？那不都是绿叶吗？丰收个屁呀！父亲，番薯果实长在地下，吃的是根。南边1亩地已经收获。我当然知道，我要你来教育呀！啊，你们自己胡闹也就罢了，还伙同方继藩去抢龙泉观农户的田地，我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父亲，这都是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呀，我不求你有多大出息，但你身为国公之子，怎么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种地，还种得这么开心呢？父亲，种地很适合我，只有在这里，我才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。是方继藩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我的儿，我竟然无法反驳。这一瞬间，我仿佛看到了方继藩的身影。不是身影，我就在这儿。这小子什么时候过来的呀？都是因为你，儿子才变成这样的。我要杀了你！是什么？上上甜甜糯糯的，当然是我们种的番薯啦！这么多，世伯啊，你知道的，我喜欢用事实说话。今天我当着世伯的面，把眼前这亩地的30担粮收了，奇迹呀！怎么样，世伯？这回相信我和张信了吧？那是必须的。那占用龙泉观的
这战地怎么了？这可是大事儿！世伯怎么了？父亲，老百姓有福了，哪怕是灾年，也能吃饱饭了。而且这烤番薯实在是太美味了，当吃上第一口的感觉。父亲，请您自重。父亲，请您自重。番薯不光烤着好吃，还有好多做法会让其更加美味。我的老天爷呀！父亲，番薯虽然好吃，但也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呀。别一惊一乍的，吃多了能怎样啊？世伯那里果然天下无敌。西山番薯种植大获成功，皇帝下令推广，从此百姓都能吃饱饭了。西山屯田百户所荣升千户所，所有人也都升官了。张信因培育番薯有大功，更是被封为封城伯。这次是我格局小了，我太注重自己的面子和别人的看法，却没有考虑到儿子内心的感受。心儿，好好种番薯，不要辜负圣上的美意。放心吧，父亲，我已经蜕变了。给老子把衣服穿上！你个臭小子！真是苦了张信了，幸好我爹不这样。我跟你说，我的番儿就是有出息。今天农历6月初9，是太皇太后寿辰，这可是京城里的头等大事。皇宫上下为此准备了数月之久，而真正能进入仁寿宫祝寿的妇人，也不过数十人而已。找到我的姑母方式了。可恶！你个狗东西，敢打我方景龙的妹子！兄长，我没事，公婆和丈夫都对我很好，只是妯娌穆氏不太好相处。她毕竟是长房，又是乾国公的嫡女，难免骄纵了些，日子还是得过。我只是气闷，所以过来坐一坐。妹呀！哦，想必这位就是魏国公府的穆氏，姑母口中那位不太好相处的妯娌。季帆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这是谁家的命妇？当别人都跪下叩拜太皇太后时，就方士傻乎乎站着。这在古代属于不知礼节，细究起来是对太皇太后大不敬，属于严重过错。糟了，刚才皇上没注意到这边。回禀娘娘，方氏是魏国公徐家的次媳，她不懂礼数，坏了宫中的规矩。她做错了，该罚，别留情面。臣妾身为徐家长妇，甘愿代弟妹受罚，免得坏了宫中规矩。我比她识大体，懂规矩，快来喜欢我！这真是活脱脱的宫斗剧啊！照穆氏这手腕，我那姑母肯定活不过3集。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，徐家那混小子能娶到你，真是有福了。上前来，让哀家好好看看。好不容易讨得太皇太后欢心，得趁热打铁才是。
据说那方继藩为了张皇后，得罪过太皇太后的亲戚。娘娘，此幅方氏出自南河伯府，据说他的侄儿方继藩在京师可是出了名的坏啊。你礼貌吗？你认得方继藩？不曾见过，但这满京师谁不知道南河伯府出了这么个败家子？此人不好读书，不学无术，成日游手好闲。早说我会被弟兄统治一周的。总而言之，是烂到了极点了。哼，你既是道听途说，却又为何如此言之凿凿？啊，怎么有点不对劲了？哈哈，你竟跟普济真人是同门师兄弟，哀家之前倒是误会你了。臣早就被人误会习惯了。多好的孩子呀！方亲家，一直以来你都是被人这样误会的吧？唉，真是没办法，这一天天的。方继藩竟然就在这里！惭愧，我就是那个不好读书、成日游手好闲、臭名昭著，以致人尽皆知的方继藩。方继藩见过穆夫人。你是个四处造谣的长舌妇，但我不计较，人对你很有礼貌。我早就听说过穆夫人特别贤惠，本想登门拜访，但继藩身患脑疾，名声糟糕，怕冲撞了夫人，这才不敢去。我对你一直很有礼貌，但你堂堂大家闺秀却歧视我这种脑残患者，真是猪狗不如。臭名昭著，是谁敢说方亲家臭名昭著？臣妾不敢，臣妾知错，臣妾……我这侄儿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哎，娘娘，穆夫人只是道听途说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娘娘万万不可责罚她。这电视剧看得多了，这时候应该要显得大度一些，跟你这婆娘计较。其他的事，哀家不知，但方亲家道学造诣极高，绝不是不学无术之辈。道学？这小子怎么可能能明白道学？原来方继藩这厮用学道来蛊惑太皇太后，看来这事情还有转机。道学？这小子怎么可能能明白道学？原来方继藩这厮用学道来蛊惑太皇太后，看来这事情还有转机。娘娘，说起这道学，臣妾已经将名满江南的弘法真人请来为娘娘祝寿。正一教以龙虎山正一观为源头，龙泉观也只是正一观的分观，而弘法真人曾是正一观的管理者，道学地位不言而喻。哎呀，哀家早就听说弘法真人的经学得龙虎山真传，道学精深，想不到他竟来京了，快请！等着露馅儿吧，方继藩。贫道承蒙降妖，入宫觐见，诚惶诚恐。若能为太皇太后解决疑惑，贫道此生便知足了。既然方继藩也精通道学，不妨和真人讨教一番。我看这位夫人真是不敢得寸进尺了。不讨教，道学有什么好讨教的？我看你是方继藩，你就是方继藩。正是在下。小道前几日刚拜读完了《道德真经集》，惊为天人，却不想能在这里见到本尊。小道拜见师叔公。就放过这小子，无愧是老方，就你这位大有的辈分，真是口不如丝。娘娘，今日师叔公在此，小道惭愧，不敢班门弄斧，恳请娘娘容贫道告退。怎么会这样？请弘法真人失策了，
不过我魏国公府的贺礼可是下血本的，我或许还能最后抢救一下。魏国公府现玉璧4对儿，珊瑚16只，玛瑙10斤，珍珠6斗。南河伯府现玻璃镜1幅。是玻璃啊！哈哈，这我说，方兄在西山建了个玻璃作坊，一天能炼上千斤呢。我儿真是坑兄弟的好手。没想到这方继帆这么小气，哼！这次我的面子肯定能找回来了。娘娘，此物是臣花费无数心思为娘娘筹备的万寿镜，臣希望能为太皇太后亲自戴上。啊！皇祖母，太好了！太皇太后气得都颤抖了。哇！哎呀，看得好清楚啊！所有事物都变得不再模糊了。哎呀，太神奇了！太皇太后该享的福都享了，但这老花镜却能为她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方继帆呐，哀家这辈子也不曾收过这般的好礼，纵是金山银山，也及不上这万寿镜的1/1000呀！要赏，重赏！这怎么可能？娘娘，臣不要赏赐，不过臣有一个姑母，嫁给了魏国公次子，臣现在这般聪明伶俐，全靠姑母教导有方。真是个好孩子呀！既然这样，哀家就做主，封方氏为2品夫人。皇祖母，方氏此时不过是5品安人，从5品直接跳到2品，国朝历史上前所未有。穆氏也不过才是3品书人。娘娘圣明，方家上下感激不尽，臣代姑母谢娘娘恩典。这臭小子答应得够快啊！方继帆直接谢了恩，这一锤子买卖就算已经敲定，即便是皇帝也不能再改了。方夫人，方夫人，恭喜啊！彻底完蛋！我目视之后，恐怕是不好混了。惠州米鲁叛乱，前月应对的一塌糊涂，让手下的人全军覆没。于是皇帝派会打仗的王氏调集精兵强将，想要一举歼灭米鲁叛军。老方，我琢磨过王氏的作战计划，很优秀啊。王氏调集了4个省5万精兵，稳扎稳打，准备围剿贵州叛军。米鲁不过几千的乌合之众，肯定会被连根拔起。看来这次米鲁的叛军很快就要平定了。殿下，那可不一定。你在质疑本宫喽？哼，别的不敢说，本宫自有熟读兵书，对马政和军务清楚得很。此战朝廷必胜。这世上就没有必胜的仗。尼鲁既然能以弱胜强击溃前越，必然也会有应对王氏的办法。你又知道了？这都是空谈，兵法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的。哦，是吗？把我当空气。现在应该所有人都认为王氏战法没毛病，可惜在历史上已经证明是错误。唉，少爷，有人杀进来了，快闪！谁啊？王阳明？喂，你想要干嘛？这是贵州最新的军情，王氏被埋伏，剿匪受挫。敢问方公子是怎么预测到王氏的战法会失利？哎呀，原来是为这事儿。这王阳明虽然做事容易一根筋，倒也是个文武全才。不过此刻有人恐怕比你更想知道原因。方亲家，你为什么能预测到王氏会剿匪受挫？米鲁叛军人虽然少，看着好像也很弱，但他们却有个优势，熟悉当地的地理情况，能神出鬼没的打游击，不断袭击骚扰官兵。而我们的官兵是4个省份的人调过去的，
难免水土不服。不熟悉当地地理环境，找不到米鲁军不说，还可能被游击队截了粮道，人数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。难道就拿这些废话没办法了吗？难道就拿这些废话没办法了吗？方法当然有，他们能打游击，我们当然也能。当年匈奴骑兵强悍，汉武帝就操练了更强的骑兵，把匈奴打到他姥姥家去了。我们只要建立山地营，派人专门研究当地地理，操练山地作战，肯定能废了他们，走敌人的路，让敌人无路可走。小方一番爱的军事，他的见解好有道理，这正无法反驳。真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，闭嘴，退下吧。臣告对。陛下，为何不让方继藩继续说下去？这小子，如果真什么都听他的，他的尾巴岂不是要翘到天上去了？不过，这山地营还是要建的，你们安排下去吧。今天皇宫举行殿试，是科举最后一关，关乎着读书人的大前程。奇怪，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？啊，他们怎么了？今天你们殿试，为师最后再告诉你们一句话：难道恩师要传授我们压箱底的应试技巧？殿试考的是策论，时事政治，你们擅长的八股屁用没有？这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报应。恩师果然料事如实，我对这策论一窍不通。平米鲁就是问如何平定贵州米鲁叛乱，这一点恩师曾经提起过。这平米鲁简单的很，只需要建立山地营就能轻松搞定。我虽然资质愚钝，但恩师的话我每句都能背下来，姑且一试吧。我自幼熟读兵书，也一直对米鲁之乱很关注。平日里甚至会旁听父亲和叔伯们对此事的见解，不会有人比我更懂平米鲁。虽然方公子对此事有过神预测，但这次殿试究竟孰强孰弱，还未可知。这4份考卷的答题如出一辙，以各种方法论山地营，朕好像看到了很多方地方啊。毕竟是师出同门，倒也不足为奇。而这薛金却跟大部分贡生一样，平米鲁为题大发感慨。朕需要他们发感慨吗？朕需要他们谈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贡生们大都只擅长写八股文章，陛下看看这一份。米鲁叛乱的成败，重点是粮草的供给。提议延缓剿匪进度，与叛军争取人心，保证军队粮草供给，甚至还计算出了钱粮的大概数据。此人的策论，即便与兵部尚书比起来，也毫不逊色。这是王阳明的考卷，也就是状元郎王华的儿子。王华生了个好孩子呀！依朕看，此次殿试，状元就暂定王阳明吧。陛下圣明，父子双状元，这是一段千古佳话呀！朕本以为方继藩的门生会让殿试的结果不太一样，看来方继藩的运气到此为止了。这山地营若真有奇效，贵州那边早该有消息了。现在看来，不过是糟蹋钱粮罢了。800里加急，贵州剿匪有急报。准备马车，我要马上面审。儿啊，今天是殿试放榜的日子，你就不去看看你考得怎么样？父亲放心，我写文章可能不如其他贡生，不过
要说谈策略，那些共生一个能打都没有，我肯定是榜上第一。一点都不懂得谦虚。我儿牛啊，我骄傲啊，我骄傲啊！不过方公子的那几个门生，我倒是有些在意，还是去看看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我没听恩师的话，才搞得这么差。求恩师打死我吧！别叫我恩师，我没你这样的门生。求恩师再给徐兄一次机会，千万不要把徐兄逐出门墙啊！你们在教我做事啊？一个个都长能耐了呀！什么情况？陛下有令，跟我们走一趟吧，方大人。让我回来再收拾你们。我进来以后还没说一句话，就让我跪在这里，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方亲家，你真是给朕！陛下英明神武，宽宏大量，臣如果有胡言乱语或者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一定要包容啊！臣不想被娶媳妇就死。这臭小子，谁说朕要怪你了？朕只是头疼，该怎么去赏你？赏我？我看你的皇帝老头在逗我。今天贵州前线传来消息，山地营刚试水就把麋鹿打了个溃不成军，这捷报大到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。哦，这样，常规操作，不值一提。这山地营是你的提议，朕会按军功封你为新建模。不过你这张扬的性子，确实得磨一磨了。跪直一点。贵州的捷报一下子让殿试的题目有了标准答案，毕竟事实胜于雄辩。这些门生受益于恩师方季帆，都填写了标准答案，除了那个不听话的徐经。贵州的捷报一下子让殿试的题目有了标准答案，毕竟事实胜于雄辩。这些门生受益于恩师方季帆，都填写了标准答案，除了那个不听话的徐经。第五，我竟然只是第五，这怎么可能？其实王阳明的策论不无道理，他指出了现任指挥官王氏打仗的弊端，太急切，因为急着围剿成功，就调了4方人马去围剿叛军。没想到叛军擅长隐藏和打游击，人都找不到。叛军人在哪儿呢？王阳明的策论重点是从速战变成打持久战，一旦进入持久战，叛军的后勤补给供应不上，就会陷于不利。咋不饿死我们呢？人啰嗦了，快了。但是王阳明忽视掉了一件事，王氏之所以心急，是因为朝廷财政紧缺。方季帆的山地营妙在2个地方，一是叛军打游击，我方也打游击，通过操练让游击水平超过了叛军，战术打法上很妙。人跑哪儿去了？爹，我搁这儿呢。二是山地营需要的人马少，后勤补给耗费的钱就少，能省钱。省省更划算。向来自傲的王阳明终于学会了内敛，这一波王阳明输得不亏。我服。丐帮以天灾频繁是因为朝廷统治无能，上天降下了惩罚为由，暗中袭击叶巡的锦衣卫，已经有了造反的势头。为挽回朝廷颜面，皇帝命锦衣卫10天之内捉到丐帮贼首。锦衣卫日夜不停地在城中捉人，但已经过去半月了，丐帮贼首却一直没能捉住。
你们锦衣卫还有完没完？连个贼首都捉到！错了，方大人。恩师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必须替恩师分忧啊！这造了什么孽呀？恩师，学生能让恩师睡个好觉啊！丐帮猖獗，锦衣卫却一直捉不到贼首。欧阳志，此事你怎么看？若让恩师出马，分分钟给你们逮回来。陛下让恩师去捉丐帮贼首，这样就再也不会有锦衣卫打扰恩师休息了。我真是谢谢你，我本来没想抢锦衣卫的活，不过既然话已经说出去了，那我就顺手把这贼首给捉了吧。让学生们辅助你吧。这次不行，你们一群文弱书生被打死也就罢了，让贼首跑了可就不好了。不过我倒是想到一个很好的人选。破戒真人师弟会祈种良木产30担，神预测贵州战区，献祭山地应破地。方公子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？王阳明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为你指点迷津。神仙，原来是方公子，太好了！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的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得先给我去捉丐帮贼首。锦衣卫把整个京城都翻遍了，都没有消息，你怎么可能知道丐帮贼首在哪儿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等我捉到丐帮贼首，我会去西山给门生讲一讲这其中的道理，算你一个。信我就跟我来。锦衣卫为抓丐帮贼首，几乎把京师翻了个遍，也没见丐帮贼首的影子。报告某指挥，又抓了几个乱党。我们家的乱党还不够多吗？抓到丐帮贼首之前，别来烦我！真是的。报告某指挥，丐帮贼首落网了。哈哈，太好了！果然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锦衣卫的。确认身份了吗？人是方继藩带人抓的，至于身份，说是能以方继藩的人格担保。锦衣卫奏报上说，方继藩仅用1天时间就捉到了丐帮贼首，这可能吗？老奴一向很看好辛建伯，不过这次他捉丐帮贼首，好像有点草率了。听说辛建伯并未进行搜捕，而是带着人把一家客店的掌柜给抓了，非说那就是丐帮贼首。就这么简单？这方继藩不会是抓了无辜的百姓来冒功吧？奴婢不敢说，辛建伯并未将丐帮贼首交出来，无法核验身份。不过听说那掌柜应该叫张正，是个腿脚不利索的生意人。你就是那个传闻中飞天遁地、锦衣卫都抓不到的丐帮贼首吴新杰，别想骗我！真是胡闹，估计是他的脑机犯，不用理他。奏报上说，辛建伯以人头担保，想必不是玩笑。据说辛建伯还要用丐帮贼首在西山授课。丐帮贼首跟授课有什么关系？这方继藩又是闹的哪一出？哀家去西山，朕要亲自看看他要搞什么名堂。喂，我说，丐帮贼首神出鬼没，搅得京师天翻地覆，锦衣卫也损失了不少兄弟。你们抓这么个废物来顶包，
是不是把我们锦衣卫当傻子？某指挥稍安勿躁，我还没开始讲呢。看好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丐帮贼首。你们看，他也是一个鼻子两只眼，头发不多也不少，皮肤不粗也不细。他有跟我们一样的地方，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是耳朵出问题了吗？这不废话吗？方继帆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们看，他也怕痛，他也跟我们一样，觉得自己是个好人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他是一个普通人。所谓的丐帮贼首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，扔到人群里都不一定找得着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像这样一个废物，为什么能让数十万锦衣卫焦头烂额呢？那是因为锦衣卫根本不懂什么是乱党，不知彼知己，有再多的人力物力，哼，你说他是贼首就是贼首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当然有啊。那个王三，你来做个证吧。我是丐帮京师分舵舵主，丐帮总舵主的身份，我可以作证。谁见过？从青山农户里随便抓个人就是丐帮舵主，是不是太儿戏了？哎，我真是丐帮舵主。我早年没饭吃，加入丐帮，一直心甘情愿地为总舵主做事。丐帮总舵主的藏身处也是我来选定的。承认自己是乱党，可是杀头之罪。这个王三为什么要主动自首？我以为一辈子都要颠沛流离，直到西山两位恩公给了我们遮风避雨的地方，我们卖力气就能吃饱穿暖，终于在西山过上了安生的日子。为了百姓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快起来吧！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！自从总舵主来了以后，我竟是搅得天翻地覆。我生怕对不起两位恩公，更害怕有一天这西山彻底毁于战乱，我们最后一点指望都没有了。我是乱党，死了也就死了，但我的家人们没有参与任何事。我希望他们不受到波及，能够安安生生的过日子。好一个王三，好一个丐帮舵主，方继帆给一点好处就能收买你了。你懂什么？所谓的丐帮，无非是一群抱团取暖的流民乞丐，舵主也是乞丐，能好到哪里去？我们加入丐帮，无非是为了能吃口饱饭，不被欺负。但凡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谁会想去做乞丐？谁会想去做乱党？你吃好的穿好的，没受过饥寒，当然可以轻松对朝廷忠诚。我要是你，我比你更赤胆忠心。如果不是你们这群狗官不干人事，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乱党？欺负我们的是你们，要杀我们去领功的还是你们。你这兔崽子！好了，王三，某指挥不是地方官，冤有头债有主嘛。属实是给我气着了。某指挥如果还嫌证据不足，我西山多的是丐帮徒众，可以慢慢盘查。那好，既然没毛病，所有门生们听好，你们即将入仕，为师就给你们讲一讲这做人做官的道理。你们即将入仕做官，我问你们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肃清乱党吗？孔圣人说过，用教化。好，那为什么2000年过去了，还是有这么多乱党呢？这，孔圣人说的没错，但后世腐儒理解错了，他们以为所谓的教化就是对着百姓反复念叨大道理，就能天下太平。为人父母官，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饭，吃饱了饭再来谈教化，才是有效的。别叨叨了，你看我老爹都快饿嗝屁了吧？没人一生下来就是乱党，乱党也是血肉之躯，他们饿极了就会造反，吃饱了便会温顺，这是极简单的道理。好官
就是能像为师一样，让反贼变顺民，而庸官就是将顺民逼成反贼。谨遵恩师教诲。陛下有何吩咐？让方继藩陪朕走走吧，朕想看看王三宁愿放弃丐帮舵主之位，也要留下来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。父皇，让儿臣来，儿臣对这里熟。好，你小子哪儿冒出来的呀？我一直在听老方讲课啊。父皇，西山这3600多户流民都是儿臣亲自安置的，前面第一户就是王三家。这儿也能住人？是两位恩公，感谢两位恩公的救命之恩，没有两位恩公，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好日子。不必多礼。老人家，您记性真好。今天的风头都让老方抢尽了，父皇快看，儿臣也是他们的恩公。住在这种地方就算好日子了，那他们之前过的是什么非人的日子呀？唉，难呐。不，突然这般是为何呀？传令下去，直斩贼首，其他人全部赦免。